清晨准备怎么做？龙思觉的声音陡然传音至岳清晨耳中，岳清晨头也不抬，以神识回话过去。南家这几个长老都不足为惧，主要是背后有一个实力卓绝的老祖宗，不得轻举妄动。若不然，现在一口气端了他们，也未尝不可。那你准备怎么做？伺机行事。好。对了，尊客难得来灵域，难得来我兰家，所以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给尊客准备了一些小惊喜。几道身穿红衣的女子自踏月而来，翩跹掠过半空，飞身落至。她们出自灵域最火的媚骨坊，一个个的都是风情万种，直往龙思觉的方向前去。岳清晨陡一抬头，看到这群女子们，瞬间被呛到了。怎么也没想到兰家的人竟然准备对龙大。龙思觉大掌伸出，轻拍了拍岳清晨背部。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灵域内姿色上佳的一群女子，特地前来给尊客助兴。半空之中，阵阵凌厉的气刃闪烁。那一群红衣女子骤然从半空摔落。尊客，您是不满意这几个女子吗？若是不满意，我们再给你寻姿色更好的。剧烈的气流将远处说话的长老吸了过来，大掌掐着长老的脖子，那有些肥胖的长老便生生的咽了气。底下众人触目惊心，一群狗东西竟敢让我媳妇儿被呛到了，实在是不可饶恕。他们低估了岳清晨在这位尊客心中的地位。尊客，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向您赔罪。哦，赔罪？怎么赔？尊客，您说您有什么要求？无论什么要求，我们都满足您。本尊听闻兰家出了一位天才。不错，尊客，您见过他的？本尊上次的确是见过他，当时便觉得他体内有混沌玄根。对，混沌玄根，那可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玄根。尊客果然慧眼识珠啊，不如让奇缘拜入您的门下吧。拜入本尊门下？本尊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收的。清晨，你喜欢这混沌玄根吗？知道龙思觉又在想什么坏主意了。也好，我也想看看混沌玄根是什么样子的。好，你一定会满意的。阁下您且稍等，我马上派人去喊蓝奇缘过来。尽快，本尊还等着你们拿那玄根过来，来给本尊的媳妇儿。什么？用玄根赔罪？这话听着怎么不对味儿啊？那混沌玄根本尊看上了，本尊要了。四方死一般的沉寂。没想到龙思觉竟这般直接霸道。清晨师妹，她终归是找了一个很好的男人。神域尊者，那混沌玄根怎么能说给就给？那玄根是根深蒂固入在人的体内，挖出来不就是了？那若是挖了玄根，那奇缘几乎是活不成的呀！您这是要活活要了我兰家人的命啊！本尊知道。那您怎么能挖他的玄根呢？你们现在知道没了玄根几乎活不成了。本尊若没记错，那玄根应该当是你们从别人体内挖过来的。怎么现在就不能再挖出来了？莫非用得久了，还真以为就是自己的了？底下震惊一片。你到底是何人？那混沌玄根你们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只要蓝阡陌的事情解决了，蓝阡陌便会离开这里，离开岳清晨。虽然早已宣誓了主权，可是蓝阡陌到底是自己岳母大人当年的弟子，是岳母大人曾经认可的人，这让我感觉到了些许危机啊！我绝对不容许任何意外出现。底下的长老们一个个全身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住了。你们去将那混沌玄根如今寄宿的东西带过来。寄宿的东西那是啥玩意儿？就是蓝奇远。是，这是龙思觉在给我们机会亲自去报仇。底下的长老们见蓝子玲如此熟悉蓝家方向，原来你们早有预谋，你们是故意要来夺玄根的，根本不是为了来吃饭的。你们好狠，好歹毒啊！难道不是你们请我们过来吃饭的吗？放肆！我们蓝家绝对不允许你们再次胡闹。几大长老神色交汇，掌心结印，就欲起身前去，先击杀了那两个戴着面具的属下。啊！这么好好的吃饭，还抖起手来了呢，金乌宝宝不开心了。哼！一道烈火自他口中喷薄而出，将那长老们的攻击全都吞下。不仅如此，烈火更是阻拦在了这群长老们周遭，困在其内。大功告成，吃饭嘛就该开开心心，安安静静的。嘿嘿，你们说对不对呀？美人娘亲，帅气爹爹。
混沌玄根的祭宿东西到了，蓝家长老们，你们自己说说，你们要给我们赔罪的混沌玄根是你们交过来，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取？尊客，您这话是何意？看来还是得咱们自己动手了。小玲子，你们去取吧。你们休要胡来，此乃我蓝家地盘，你们胆敢登堂入室，公然前来盗取我的玄根。蓝七远，你还不清楚吗？没错，我们就是故意登堂入室来了。混沌玄根在你体内待的也够久了吧？也是时候吐出来了。就在蓝七远准备奋起反抗的时候，一个银色的鞭子将他整个身体彻底的捆住了。你们做什么？放心，我在帮你。毕竟他们只是要取玄根，万一你随便动弹，他们一不小心挖错了地方，那受苦的还是你。蓝家的长老们，我这么替你们考虑，是看在你们请我们前来吃饭的情分上哦。不要！你们夺取我的玄根，此乃逆天而行，蓝家老祖不会放过你们的，不会的。大哥，快来！我找到了混沌玄根了。等混沌玄根到了你的身体里，大哥，你的病一定能全好。混沌玄根乃是千万年难得一见的极品玄根，你以为你们夺取了我的玄根就能与它融合吗？做梦！蓝七远，这些就不劳烦你费心了。怎么是你？蓝阡陌，是蓝阡陌。他怎么会没死？眼看着那根玄根已经要被取出，老祖宗曾言：如若遇到灭顶大事，就撕碎这血符，我会收到讯号，会赶回来的。撕碎血符，蓝家如今身陷大劫，请老祖宗出山。半空之中刮起了剧烈的狂风。哇，好厉害的气息啊！老祖宗，那道身影从半空落地。到底发生了何事？老祖宗，我蓝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混沌玄根，如今一群宵小之辈前来杀我长老，伤我蓝家子孙，亦要夺走此玄根。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敢夺了那小子的玄根？老祖宗，您快看，就是他们。他看着蓝阡陌与蓝七远，你被挖了玄根。老祖宗救我，救我！他们想要将我的玄根抢走，他们狼子野心，对我蓝家人下此狠手，老祖宗断不能放过他们呀！一阵光芒掠过他丹田之处，生生将蓝七远的玄根挖走。没用的废物，竟然被人挖去了玄根！枉我当年将玄根交给你啊！蓝家诸位长老震惊，龙思觉与岳清晨原本都已经准备与这位老祖宗应对了，却都被这道声响砸的动作停了下来。对不起，老祖宗，是我负了你当年的嘱托，未能将这玄根发挥到极致，就被人夺走，请老祖宗责罚。当年我将玄根交给你，让你炼化它，未曾想你竟让我如此失望。是晚辈无能，被人夺走了它。是何人如此胆大包天，挖取了你的玄根？蓝阡陌正要说话，那老祖宗倏然砸向远处二人。龙思觉与岳清晨见此，骤然闪身。混账东西，夺了我蓝家的混沌玄根，还想逃走？老祖宗，不是他们，是蓝家的其余的长老们与蓝七远当年夺走了我的玄根，不是他们啊！老祖宗，你这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打人，似乎与你的身份不大匹配。好吧，不是你，我先与你们道歉。丫头小子，一会儿老夫再与你们交流。混账东西，是你们挖去了阡陌的玄根。老祖宗，你们挖走了阡陌的玄根，今日还将我召唤出来，向你们主持公道。老祖宗，我们不是故意的。你们这群猪，竟坏了老夫的好事，坏了老夫为蓝家这么多年来的筹谋。你们不配做蓝家的长老。若不出意外的话，再过不久，蓝阡陌要达到尊者境地，谁能想到竟被挖了？祖宗饶命啊！老祖宗饶命啊！求饶！完了！一道光芒自他掌心溢出。蓝家有家规，但凡在蓝家做了大逆不道之事的人，须被赶至荒境。相传在荒境内镇压着无数的凶兽，一旦被丢进去，便尸骨无存。真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蓝天墨，跪下！你照看玄根不周，视为大罪。既然玄根已毁，你如今也算废人一个，你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祖宗，不要！一道剧烈的火龙呼啸而至。你们胆敢阻挠老夫杀人？你不是蓝家的老祖宗吗？蓝阡陌受到如此不公的对待，你却想杀了他，岂有此理！正因为我是老祖宗，我才不能允许一个这么没有用的弟子留在蓝家，有辱蓝家门楣。臭丫头，你在笑什么？竟敢如此嘲弄老夫，简直罪该万死！跪下！岳清晨的脸色开始有些发白，可纵使如此，是非不分的老祖宗，妄图我给你下跪，下辈子吧。你说的没错，我是在嘲讽你，看不起你。你气死老夫了！今日我还就要逼迫这丫头给我跪下了。难道你就不该嘲弄吗？你是非不分，甚至还恩将仇报，不知感恩，你才是罪该万死的那一个。胡说八道，老夫才不是那样的人。我问你，当年你将混沌玄根安置在蓝阡陌体内，是否是想让蓝阡陌替你滋养玄根？自然，谁曾想这个废物这么没有用。既然如此，蓝阡陌便是接受了你的托付，在帮你的忙。老祖宗难道就不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蓝阡陌一旦有了混沌玄根，自然是万千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以身犯险帮你的忙，现如今还要被你这般对待，你这不是恩将仇报，那是什么？强词夺理的臭丫头！混沌玄根给了他，是他的荣幸，是吗？我看不见的，只是一个没用的玄根罢了。只有你觉得很厉害。实不相瞒，蓝阡陌从未觉得这根玄根很厉害过。我问你，当初你将玄根给他时，可有问过他的意见？老祖宗瞬间有些犹豫了。岳清晨眯着眼睛瞧着老祖宗，心底早已有了较量。这月姑娘何其能耐，竟凭3寸不烂之舌，好像把老祖宗给说懵了。不过月姑娘那话听着好像的确没啥毛病啊。老祖宗，要我说，你现在就该好好的给蓝阡陌道个歉，再道个谢。方才被整懵了的老祖宗眼下再度回过神来。放肆！好个伶牙俐齿的臭丫头，老夫险些被你绕进去了。他没有保护好老夫的混沌玄根，害得玄根被污，再也回不去了。除非今日那玄根能够重新被炼净，否则别说是他了，就连你今日也要一起葬身在此。不就是一个玄根，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说什么？炼化玄根，本尊可以，但是本尊有个条件，等本尊炼化之后，玄根需重新交给蓝阡陌，而你得向本尊的媳妇儿道歉。本尊媳妇儿要怎么惩罚你，必须得接受。你们两个语气竟然都这般狂傲。好，老夫答应你，老夫就等着多一点时间。若是达不到老夫的预想，你们都得死。龙司爵，你不必搭上自己，我的事情我自己承担，你们不必。大舅子，你等着，这是本尊送给你的一份大礼。蓝阡陌语气一凝，可是眼下听着大舅子这3个字，还是觉得有些不自在。岳清晨则是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儿。小子，玄根你拿去，老夫倒要看看你到底是如何炼化它的。手中一阵阵金色的火喷薄而出，瞬间覆盖在那玄根之上。哇，金色的火，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哎！师弟爹爹好厉害啊！金色的火竟是5行元素的全元素之火，怎么可能？据我所知，神域最厉害的人不过只才觉醒了3脉元素，你怎么可能觉醒所有的？龙司爵置若罔闻，继续炼化着玄根。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为何懂得这些，但是在提到玄根要被炼化时，龙司爵的脑海之中已经不由自主地蹦出了炼化的想法。随着龙司爵的炼化，漂浮在龙司爵跟前的玄根眼下竟是肉眼可见的增大了1倍，上头的颜色更是从之前的发黑的暗沉色化作了明晃晃的红色。如何，老祖宗，这玄根炼化的你可还满意？玄根不仅被炼化的纯净度极高，甚至于比当初自己亲手送入蓝阡陌手中的时候还要强大10倍100倍。全元素的力量果然名不虚传，小伙子，老夫
服了你了。那照本尊说的做。罢了，老夫将玄根重新给蓝阡陌便是，希望蓝阡陌这次能好好的替老夫滋养玄根。不，这玄根与你再无关联。什么？你答应过本尊的，这玄根需要重新交还蓝阡陌，自此便是蓝阡陌的所有物，包括你。蓝阡陌自此与你再无半分纠葛。你若不然，本尊现在毁掉这玄根。龙思觉言落，又是一道金色火焰围绕在那根玄根之上。这一次的力道与方才不同，方才是炼，而这一次是毁灭。老夫答应你了，答应你了还不成吗？我怎么遇到这样的一个怪物呀？交给他也无妨，希望蓝阡陌能够与玄根辅助相成，有朝一日带着这根玄根踏足神域，那我此生便满足了。蓝阡陌，老夫希望你能大有所为，这蓝家还是得由你来掌管着。玄根已经重新回到蓝阡陌体内，体内的经脉似乎眨眼之间强大粗壮了不少。多谢老祖宗成全，阡陌定不负你所望。龙思觉，多谢。半晌，龙思觉才憋出一句话：以后不可直呼本尊的名字。多谢尊上。龙思觉皱眉，一本正经道：以后请称呼本尊妹夫。岳清晨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蓝阡陌失笑：好，多谢妹夫。天色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好，那我们走吧。你们不许跟着，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们需要振兴蓝家、灵安堂的事情，怎能容得你们亲自上阵？龙思觉一脸大义凛然地说道：信了你的心，明明就是设计爹爹，自己不想那两个人跟着美人娘亲，还整出了这么一大堆好像很有道理的话。星辰师妹，蓝阡陌停下脚步，不敢上前。一群大男人这么欺负两个孩子跟两个女人，也不嫌臊得慌啊！娘亲，是娘亲，娘亲来了！两个师姐，你们不是一直想见见我娘亲吗？快看，那就是我娘亲。无怪乎小叶小莫天天在我们耳边念叨，果真是风华绝代。八大灵使们看着突然现身的二人，那女子她好生的眼熟啊，她的身形像极了大圣女。老三，你们觉着呢？还真有几分神似。岳清晨知道今日海选广场上会选圣女，特地的早来了一点，没有想到这么多人早已等候在此。娘亲，我们好想你，我们好想你，娘亲也想你们。断剑帝师，很久不见，多谢这些时日你们对他们的照顾。哈哈哈哈！不客气，不客气，月姑娘，你们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方才是怎么一回事？娘亲，你不在我们身边，他们欺负我们。这一次你不可以离开我们了，我们要一直跟着娘亲。小叶弟弟，你好没出息，竟然哭鼻子。谁欺负你们了？他们冤枉两个师姐作弊，想对付师姐，我们想保护师姐，他们也不让，想把我们一起抓起来。小主人，你这戏会不会太过了？明明那群人不是小主人你的对手呀，就算你娘不来，你们也能打得过他们的呀。小叶才不管，好不容易见到娘亲了，我得在娘亲怀里好好求安慰，让娘亲再也舍不得离开我们。龙思觉垂下眼眸，眼眸之中一片冰寒。他欺负你们了？对，是他。阁下，那两个孩子是你的儿子，既然是你们的儿子，就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别留在这里耽误我们的正事。天一派的时间贵得很，没工夫在这里帮你教育孩子。你好大的胆子，敢在海选广场上动手！我可是大公主殿下的贵客。我有让你替我教育孩子吗？你算哪个玩意儿？轮得到你来教育我的儿子？你大胆！我是天一派的弟子，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好，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命了。方才还颐指气使的陈神医生生的断了气。放肆！你这臭丫头，敢在这里作祟！身后的龙思觉倏然扬手，那一道硕大的金龙呼啸而上，将那八大灵使瞬间逼迫的停在原地。您是神域来的宗客？你们若是想动他，大可继续试试。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原来是贵客贵客到来，我们八大灵使未能有所远迎，实在是招待不周啊！前些日子来，为了选拔圣女一事，我们实在是焦头烂额，请贵客饶恕我们宗客，还请您上座。他转头只看到岳清晨颔首。好，方姐姐、丁姐姐，你们放心，有我爹娘在，这一下子没人敢欺负咱们了。
我相信。小叶，还有别人欺负你们吗？娘亲，师姐之前根基杯测试出第8层哦。不错，很厉害。可是那个丑大婶说，她抓到了我师姐作弊的证据，说她是用了药才制造出第8层的假象的。他们还想抓了我师姐，想把我师姐丢出去重重责罚。娘亲，爹爹，我们好害怕呀！趴在他怀中的小汪翻了个白眼。推戏精是吗？公主殿下，是这么一回事吗？我的2个大侄女作弊了，你抓到了证据。算了，不是什么大事，这件事就先过去吧。别呀，作弊这件事多么严重啊！公主殿下既然说有什么证据，那不如让我也瞧瞧。你放心，若是真的证实我那2个大侄女作弊了，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我绝对不会阻挠。岳清晨的大侄女，好像这个头衔也蛮好的。本尊也想看看灵使，你们不会不让本尊过目吧？既然你们都想看看也好，根基杯测试的玉石上应当还有药沫的残留。公主殿下，你确定这些是药粉而不是面粉？什么面粉？这怎么可能？8大灵使，莫非连面粉都分不清了？我倒是真想问问，这灵使你们是如何当上的？还是说有些人假公济私？是面粉，真的是面粉啊！8大灵使面色难堪到了极致。大公主，这到底怎么回事？对不起，是我判断失误了。我没想到那个陈神医竟然那般狼子野心，故意误导了我。方姑娘、丁姑娘，本公主向你们道歉。既然误会都解除了啊，那妄图破坏海选测试的陈神医也已经被处决了。那依我们所言呢，此事就了了吧。我的2个大侄女遭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难不成就这么算了？那你说应当如何呀？是你们有错在先。我提议，要么你们卸任灵使之位，要么就取消大公主的测试资格。薛清晨，你处心积虑的想让我被取消测试资格，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大有人在，你也不可能出头啊！就凭你也知道我娘处心积虑对付吗？哼，你好像太瞧得起你自己了呀！收肉可以，我真想将这2个兔崽子千刀万剐。对了，你可是根基杯能够达到12层的，方才你的儿子已经夸下海口，你让大伙瞧瞧你的根基杯测试12层是什么结果。夏子宁故意提到了根基12层，想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事实证明，他这一局果真成功了。根基12层，这怎么可能？饶是如今的女皇陛下，根基不过曾经也只测试在第8。薛姑娘，不过我想应该是小孩子乱吹牛的，这小孩子啊，就是喜欢胡说八道。我才没有胡说八道。切，那根基杯是针对普通人的测试的。美人娘亲，你实力早就已经爆表了，12层都测不到你的实力的，是吗？当然了，这根基杯是测潜力的。美人娘亲，你想想，你连10万年的血灵芝根本宝宝都能征服，你的潜力还用测吗？好，什么？我儿说的没错，我的确根基12层，他并没有胡说八道。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吧！古往今来，实力最强者不过都只在根基第10层，谁给你的勇气说你到了根基12层？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简直笑掉大牙呀！刹那，满口的牙齿猝不及防地从口中掉落而下。我帮你把大牙都掉下来。夏子宁捂着嘴，灵神，你们看到了吗？这岳清晨在这里扰乱秩序，说是他达不到根基12层，他便是蓄意破坏规则，须得从海选除名。8大灵使面露难色，下意识地看向龙思觉。也好，现在我就等着岳清晨被根基杯打脸，等着他被从海选广场上丢出去了。只看到根基杯上光芒开始闪动。我当时你能有多厉害，原来不过只是在第1层啊！8大灵使还在等什么呢？还不快将他丢出去！尊上需要遵守规则吗？规则自然是要遵守的。那好吧。而此刻在根基杯前，怎么回事？明明我都感觉到根基杯颤动了，怎么可能到达第1层就停下啊？主人，你说这根基杯该不会是被你的力量给吓傻了吧？会吗？可能是，毕竟根基杯以前肯定从来没有见过主人你这么厉害、这么变态的人。眼看着四方已经有灵使似乎要冲上前来，根基杯别傻了，再傻待在这里，小心我揍你！被砸了一拳的根基杯，只看到那金光骤然往上跃起，一飞冲天。怎么回事啊？还好，总算回过神来了。耀眼的光芒继续往上攀爬，第12层竟也渐渐的亮了。我靠！这姑娘竟然真的
到了第12层啊！这不可能！果然不出所料。嘿嘿，我就说我娘亲一定能到根基杯第12层的。嘿，师姐，看吧，我就说我娘亲很厉害吧？真的厉害，我们也要努力成为你娘亲这么厉害的人。好了，结束了。一声巨响之下，生生的撑破了整个根基杯。这根基杯怎么赔？根基杯竟然破了！怎么了？很贵吗？不用赔，开玩笑。这姑娘能够将根基杯给撑破，谁人敢要她来赔？豆腐渣工程呀，也不值得我赔。公主殿下，就如你所言吧，我如今测试到了12层，你可以滚出这广场了。你敢？我乃灵域的公主殿下。八大灵使，你们说呢？灵使们正在犹豫。方才你们不是才同本尊说要遵守规则的吗？怎么莫不是欺瞒本尊？是，一切就如之前所言。你们敢？本公主那是灵域的大公主。大公主飞起来应该也很好看呢。砰的一声，将夏子宁整个人砸飞出去。小叶、小莫，快看，你们最喜欢的空中飞人表演。在烈火的淬炼之下，根基杯上的亮光愈发的耀眼。莫约半个时辰，修好了。可以了。大师，你要不要过来检查一下？这根基杯非但被修复了，更能承受更加大的力量。不错，它现在应当可以容纳住最多15层的玄力了。丫头，你试试，只有你能让老夫看到超过12层的盛况。老夫这么大把岁数了，你就满足一下老夫如何呀？老夫会报答你的。他这辈子都是为了看守着根基杯而生，同时怀大师也在替从前的主人寻找一个新的继承者。好，我答应你，根基杯我要再测试一次了。说好的不会再测试一次呢？这个骗子！放心好了，这次我绝对不会把你撑破，你别发呆了，不然小心我揍你。岳清晨重新将手掌附在了根基杯上的玉石上，根基杯上光芒耀眼，代表着层次的光芒从第1层往上一直亮起，一直到最后在第14层彻底的停了下来。天，14层，根基杯竟然亮上了14层了！哇，这个月姑娘到底是什么怪物呀？灵域竟然出了这样的女子，真是天助我灵域啊！我家小媳妇真出乎我的意料。老人家，够了吗？够了。你叫什么名字呀？岳清晨。岳清晨，你可真的让老夫刮目相看呐！你随老夫过来，老夫有东西要送给你。什么东西？好东西呀，就看你敢不敢要了。有何不敢？老人家，你带我就是来这里。你随我进来。这里估计都几10年没住过人了，好破。这里当然几百年没有人住过，当然这里乃是从前圣女所住的地方。圣女？不错，当年大圣女所住的府邸就是这里。他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机缘踏入大圣女的府邸。哇，美人娘亲，这个女子跟你长得好像，是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画的吗？不过她看着要比你温柔一点。原来你不凶的时候这么好看啊！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你到底是谁？你是他的孩子，对不对？我不认识他，你猜错了。他不知道这位怀大师到底是何身份。怀大师许是看出了岳清晨的担忧。你随我来。自从大圣女消失之后，这里就成了灵域的禁地。大圣女在消失之前封印了这里的一切，只有我才知道如何打开封印，所以我每隔半个月便会来此清扫，因为我知道大圣女有一个女儿，总有一天她的女儿过来，会来寻找她的娘亲。等跟着怀大师入了一个房间之后，这是大圣女的凤银剑，当年她便是以这凤银剑闯过了圣女测试的所有关卡，最后位列圣女之首。这便是娘亲的武器吗？小丫头，过去试试。凤银剑只认金凤血脉，但却是在刚触及到剑身时，那锋利的剑刃如同感应到了什么，竟是冲着岳清晨刺去。不可能，这难道是老夫搞错了？不，老夫不可能搞错。在凤银剑要刺入他的刹那，道气息自岳清晨周身涌现，原本急速往前的凤银剑，眼下竟是生生的停顿下来。凤银剑，回来！但是凤银剑对他丝毫不搭理。
看来呀，真的是我弄错了。凤银剑突然生生地插入岳清晨跟前的地面上，似乎在对岳清晨俯首称臣。我就说，老夫真的没有搞错，你就是大圣女的女儿。这是娘亲的武器。你娘终其一生未曾觉醒的金凤血脉，到你手中却是已经觉醒了7、8成啊！小丫头，若是你娘能看到这些，该多好，该多好啊！你是何人？怀州拜见月姑娘。当年在大圣女救下我之后，我便认大圣女为主。那是金凤血脉盖章认命的手下的印记。你是我娘的手下。对，你既是我娘的手下，女皇怎会放过你？我是大圣女意外救下的，无人知道。在外人的眼中，我不过就是根基碑的守护人，所以算是漏网之鱼吧。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机会给大圣女报仇，却苦于没有这机会。不过如今那女皇竟好像失踪了。她在我这里。你说什么？上次她去圣域找我麻烦，我顺手解决了她，丢在我的空间。怀大师此刻一脸的震惊。大圣女，你若是看到您的女儿如今这般有出息，一定会很高兴吧。月姑娘，既然你归来了，请你一定要恢复大圣女的名声。虽说成王败寇，可是这么多年来，女皇对外捏造了有关大圣女的种种不实的传言，外界提到大圣女都是对她百般怨言，甚至于当初大圣女所有的东西都被丢入了明镜江中。他未曾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岳清晨知道明镜江，那是灵域内最是肮脏的地方。那明镜江在何处？在灵域最北端的天启宫内。到达那需要多久？1日的脚程便可达到那里。圣女选拔赛第2轮何时开始？5日之后。好，足够了。你难道是想现在就去明镜江？是我来得晚了，让娘亲的东西在明镜江泡了那么久，被世人诟病了这么久，我不会再让娘亲多一天的遭受如此屈辱了。可是不行啊，月姑娘，先不说那明镜江何其的凶险，那天启宫乃是当年女皇陛下所出之处，天启公主是女皇陛下从前的师傅啊，你若是贸然闯入，后果不堪设想。我等不了。半空之中似乎突然之间多出一声声的哀鸣，看着掌心的长剑。你也觉得我该去，对不对？凤银剑轻声低吟。怀大师，劳烦你替我通知断剑帝师与龙思觉，我去就回。至于他们问起，就先不用告知他们，娘亲的事情我得去自己解决。好，那我随你一同去。不必，这是我自己应该去承受的。美人娘亲，美人娘亲，我陪你一起去哦。我们还未契约，你无需一直跟着我的。美人娘亲，难道就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契约，所以你就开始嫌弃青龙宝宝了吗？果然，我早之前就听说过一句话，女人都是喜新厌旧的东西。美人娘亲，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外面遇到别的野龙了？哎，这小青龙说起话来真是一套一套的。若说野龙，我的龙大算吗？反正我不管了，本龙宝宝就要跟着娘亲。他何尝不知道青龙宝宝实在是担心自己，所以非要前去。好，我们一同去。美人娘亲，快上来，我带你去。沉吟片刻，而后他飞身不过只是半个时辰的功夫啊！美人娘亲，我们好像到了。岳清晨站在青龙身上。青龙宝宝，你可曾听到什么？岳清晨看着远方的明镜江。是冤屈，好像有很多冤屈手，很多怨灵。我的天哪，吓到本宝宝了！这明镜江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明镜江怕是得改名为瞎眼江了。美人娘亲，这里邪门的很，四方的瘴气都是有毒的。这天启宫，包括这明镜江，四处都透着一股子的邪门。无怪乎这里是13宫之首，我倒是要去看看这13宫与明镜江到底有何能耐。美人娘亲，那明镜江的入口竟然好像是在天启宫的后面，咱们得穿过这天启宫才能抵达明镜江。快点了，公主说了，马上要见到他们，别耽搁了。公主在里头等着呢。你是何人？姑娘，救我们！这天启宫是吃人的地方，他们想杀了我们！姑娘，救我们！臭娘们儿，竟然想跑，找死！一群大男人竟对一个女人动手，你们也就这么点出息？臭娘们儿，敢来这里撒野！
杀了他！哎，你们快看，这娘们长得真好看，比我们抓的那10个娘们还要好看得多。对，公主一直想让我们找这世上最好看的女人，若是我们将这臭娘们交上去，公主一定会大大的赏赐我们的。抓了她，公主看到的这丫头一定会很开心，到时候咱们升官发财可都不是梦了。只是刹那，那群侍卫们放肆着打量着岳清晨的眼睛纷纷一阵剧痛，他们看不见了。眼睛长在你们的脸上，简直是在浪费资源，不如舍弃了他。姑娘，多谢姑娘，多谢姑娘相救。这是躲避这些阵法的符咒，拿着它们顺着这条道出去。或许是因为这天启宫四处都布下阵法的缘故，里头巡逻的侍卫很少，只要能够破开阵法，几乎就没有性命之忧。姑娘，我们真的可以出去吗？会的，你儿子还在家里等着你。走，咱们快走。但就在他们准备从这里离开时，公使大人来了！公使姑姑救命啊！公使正是公主寻千愁的贴身侍女。怎么回事？公主已经等得太久了，你们磨蹭着在做什么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公使姑姑，这群娘们要跑了！姑姑，快抓住他们呀！那个穿白衣服的臭丫头想要救走他们。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来我们天启宫放肆！还有你们，公主看上了你们，是你们的荣幸，你们还想跑？留下了，任由公主挑选，或许还能保全你们的家人，否则你们的家人也会跟着受累的。你们这群畜生！这么多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天启乃是名门正派，谁能想到你们竟然如此肮脏！天启宫可是13宫之首，是女皇陛下的师傅所创建的，你们这群畜生就不怕女皇陛下问责怪罪吗？少废话，抓了他们！公主再等下去要发火了。是天启宫飞花局！白光自岳清晨周身闪烁，将四面八方袭击过来的飞花全部都挡住。是她，这臭丫头简直跟公主大人寝殿内挂满的画像长得一模一样。说是公主看到了她，一定会很开心的。对，这么多年来，公主大人让女皇陛下抓了那么多的女人来，都只是为了找到一张跟那个女人相似的脸。如今出现了一个如此相似的，公主大人终于圆梦了。你想救他们？让开，我不想再见血。很巧，我们也不想见血，只要你乖乖的跟随我们走，去公主面前献上自己的礼，我们就放了你身后的人。那你们就来试试。这丫头不是等闲之辈啊！岳清晨完美的避开了他们的攻击。该死，布阵！相传天启宫有2大高手，他们最是擅长布阵，难不成就是他们？将我给你们的符咒放在心口。那些利刃竟然在感应到女子们心口的符咒之后，突然之间化作了粉末，而远处没有符咒傍身的那群侍卫们，则是已经在利刃的攻击之下，一个个的被万箭穿心，倒地而亡。臭丫头，竟然能破我们的阵法！早就听闻天启宫有2个很厉害的阵法师，也不过如此啊！刹那之间，有一道网格一般的阵法从头顶之上缓缓的往下坠落。那是什么？天罡阵！让你们见见什么才是真正的阵法。这天罡阵乃是阵法之最，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滚不滚？哼，臭丫头，就你！8个天罡阵从8个方向分别逼近，八面天罡阵，浪费我的时间。美人娘亲好生残暴，不过我喜欢。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紧离开这里！几个吓得几乎瘫软在地的女子，这才倏然回神，匆匆然的离开了此处。听那2个公使那么说，天启宫的公主与我娘亲是相识的。等岳清晨抵达明镜江畔之际，才刚刚靠近，明镜江之上倏然反射出了一道剧烈的气流，将岳清晨的身子挡在江畔，让他不得往前一步。岳清晨站在岸边，凤银剑突然脱壳而出，悬浮于半空，尖锐的剑尖直指着某一个方向。美人娘亲，东西在那里！这个臭丫头竟是来找大圣女的东西的。大圣女虽然败给了如今的女皇，可是却容不得任何人侮辱她。想带走大圣女的东西，只痴心妄想。明镜江上那锁着一道道灵魂的石碑，将一个小小的石碑包围住。美人娘亲，我们好像理解错了，这明镜江原来不是什么邪恶肮脏的地方，他们之所以不让人靠近，是在保护您的娘亲，保护本宝宝的外婆。你们是大圣女的人，与你何干？你这个坏人，休想靠近我们圣女一步！我们圣女的东西，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走的？我们虽然被困于这江水之中，可是我们也不是吃素的。你若是敢再贸然前来，哪怕是魂飞魄散，我们也定要与你同归于尽。世人所谓的肮脏的明镜江，全然都是天启宫的骗局。明镜江中所镇压的，只是我娘亲从前的部下。天启宫该死啊！看好了，此乃凤银剑，是大圣女从前的剑。2道金色的翅膀倏然闪现而出。你到底是谁？凤银剑只
指认大圣女的血脉。我是大圣女的女儿，我来带你们离开这里，脱离这束缚，带你们回家。江面上突然传来一道稚嫩的孩童的嗓音：她的翅膀真好看，她的样子也真好看，她好像仙子，是来救我们的仙子吗？爹爹娘亲，我好害怕这江水，我们真的可以离开这里了吗？美人姐姐，你真的是来带我们走的吗？天启宫，女皇，你们何其残忍，竟连这5、6岁的孩童都不放过。是的，我今日会带你们走。我曾有幸见过大圣女的容颜，这个姑娘的确与大圣女长得一样。她还有凤银剑，凤银剑是大圣女的武器，除了大圣女，无人能够拔出她。她没有骗我们，她就是大圣女的人，她是大圣女的人。姑娘，我们已经死了，只是灵魂被镇压在此，不得往生。你快走，离开这里。这明镜江，你想象不到的残忍；这天启宫，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恐怖。快走呀！所有的亡灵们陡然朝着大圣女的石碑而去，将石碑往外推去。带大圣女的东西离开这里，告诉世人，大圣女她是好人，她并不是天启宫与女皇在外面编造的那般。是月边还是将那箱子卷了过来，谁料远处却是一道劲风袭至，砸在了是月边之上。那箱子被一簇红色的绸带卷了过去，一个女子披头散发的停落在不远之处。天启宫公主荀千愁等目光落在岳清晨的容颜上，是你，姑娘快走，别留在这里了，这个老妖婆很可怕。就是她将我们的灵魂镇压在了这个江水之中，害得我们这么多年出不去呀。他们当中长得好看的人，无论是男女，全都被这老妖婆抓了起来。我要用他们这些长得好看的人的鲜血来炼制汤药，以此来沐浴。而长得不好看的则是被丢在江水之中，生生的被淹死。非但如此，在他们被淹死之后，荀千愁更是丧心病狂的将他们的灵魂全都镇压在此，让他们生生世世不得轮回。你是天启宫公主？这张脸，这张我梦了几百年的脸，终于让我等到了。你是想要我手中的箱子吗？想要当年大圣女的东西吗？好啊，我给你，但是你得用你的脸来交换。四方骤然狂风呼啸而起。美人娘亲，这个老妖婆这么嚣张，就你还想要我的脸？来，你试试。原来你便是女皇所说的李新美流落在外的女儿。那装着女皇身子的巨大笼子瞬间被丢入明镜江之中。师父，救我！这是那个女皇害死了我们跟大圣女的女皇，该死，我们要替大圣女报仇啊！道道力量从四面八方袭击而上，砸落在女皇身上，直让女皇陛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好了，美人娘亲，竟然是无妄煞气！无妄煞气，此乃魔域的至高修炼之法。只是修炼这无妄煞气代价极大，那便是会让荀千愁的身体加剧衰老。荀千愁自己的一张脸早就苍老的不能看了，这么多年来，他只能四处寻找好看的皮囊来给自己换上，以此来维持自己的容貌。岳清晨手中紧握的凤鸣剑，剑身上的金色光芒在触及到无妄煞气之际，突然消散无踪，被无妄煞气全都吞没了。臭丫头，你虽得了你娘的血脉又如何？到底是敌不过本公主。无妄煞气所及之处灰飞烟灭，再加上荀千愁即将到达尊者的力量，荀千愁完全不担心自己会输给岳清晨。魔域乃是上3域之一啊！道道黑雾从荀千愁的手中倾泻出来，竟将岳清晨团团围困住，被包裹在无妄煞气之中。岳清晨陡然发觉，他的金凤血脉此番竟使不出来了，所有的力量此刻竟全都被化解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小丫头，这场游戏结束了，从此以后你的脸是我的了。老妖婆，你竟敢伤害宝宝的美人娘亲！阵阵赤色火焰自青龙宝宝口中喷薄而出，却还未触及到荀千愁时，所有的力量被无妄煞气瓦解，又是一道煞气将青龙宝宝整个身体完全环绕住。原来是神兽青龙呢！放心，我不会杀你的。不过，若是神兽的鲜血来给本公主泡澡，也许会让本公主愈发的青春貌美吧。我现在就扒掉你的脸皮！眼看着荀千愁接近，老妖婆，你不能碰她！若是敢碰她，我们跟你拼命！兄弟姐妹们，上，把这老妖婆打跑！一个巨大的浪潮扑面而来，将荀千愁往后砸去好几步。本公主这么多年来将你们的灵魂锁在这里，看来是对你们太好了。无妄煞气再度涌现，道道的黑色烟雾迅速将偌大江面完全覆盖住了。老妖婆，你干什么？本公主要让你们灵魂受到火炼之苦，永
永远处于刑罚之中。不要！娘亲，我好痛，好痛啊！那个长了翅膀的仙子姐姐不是说会带我们离开这里，会带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这么痛？别怕，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她是大少女的女儿，她一定会带我们离开这里。别怕，我说过我要带这群人离开的，我不能让他们出事啊！你不是想要你娘的东西吗？我就将她再度丢到明镜江中，让她永生永世都沉在江的最底部。看着岳清晨那几乎要爆体的模样，不要，美人娘亲，不要！无望煞气，除了上三域的人，还无人能挡得住。岳清晨血眸睁开，体内方才几乎断裂的血脉，这一刻突然之间重新组合在一起，妖心之魄的力量与金凤血脉眼下彻底的汇聚融合。我说过了，你若是敢动我的人，敢动我娘亲的东西，你这天启宫定会毁了它。伴随着身后天启宫坍塌的那一刹那，凤衣剑上金光落下，所及之处竟是将那无望煞气全都瓦解开来，明镜江面再度恢复了明朗。娘亲，我不痛了，是不是仙子帮了我们？他将大圣女的东西收起，一道道的符咒自他掌心之中不住的落下，道道符咒都是以岳清晨的精血炼制的血咒。岳清晨以自己的精血替着明镜江上的人解除着寻千愁给他们的束缚，让这群亡灵脱离明镜江，一个个石碑自江水中落在岸上。娘亲，我自由了！自由了，我们再也不用被明镜江水束缚了。岳清晨看着这一切，口中一口血吐出。美人娘亲，你毁了我的天启宫，我杀了你，杀了你！青龙宝宝震怒，长啸而起，与寻千愁对上。我杀了你！无望煞气再度环绕而上，便就在此时，骤然凛冽的狂风呼啸而至，一道金光从半空划过，直来此处，生生的将无望煞气击偏。呼啸而上的金龙晕染了偌大的明镜江。是天龙，美人娘亲，快看，快看，是水晶爹爹，水晶爹爹来了！地上的岳清晨精血几乎被掏空，全身都处于疲软状态。龙大，你怎么来了？随后他安然的闭上眼。龙大，我有点累，我先休息一下哦。在少女快要落倒在地的时候，伸手抱住她，她倒在龙思觉怀中。清晨，你好好休息，不会有人再敢打扰你。他的伤你干的，跪下！寻千愁膝盖扑通跪倒在地。小子，本宫乃天启公主，我们天启宫的事情你少管。水晶爹爹，这个老妖婆想扒了美人娘亲的脸皮。要是再晚来一眨眼的时间，美人娘亲的脸就要被这个老妖婆给撕下来了。水晶爹爹，你干什么呀？嘘，让他好好休息，别打扰了。青龙应声，乖乖闭嘴。天启公主伤本尊媳妇，该死！金色的天龙幻影再度朝着寻千愁冲击过去。是天龙血脉，那是神域的一族才有的血脉，不就是天龙血脉吗？本宫不怕，你的天龙血脉根本不可能敌得过本宫的无望煞气。一道道的无望煞气幻化作了一条巨大的腾蛇一般，与半空上的金龙直接对上。本宫说了，你的天龙血脉奈何不了本宫的无望煞气的。我们的力量同出自上三域，交出你手中的臭丫头，否则还敢打扰本尊媳妇休息。将怀中的女子翻到自己的背部，让自己背着她。清晨，只能委屈你了，你先在我背上待一会儿，我得迅速解决了他。最后在自己身前结下印记。半空之中，那金龙它张开大口，口中发出一声嘶吼。半空之中悬浮着的那条金龙一点点的扩张变大，竟将无望煞气再度吞入，直往寻千愁而去，一口咬在寻千愁身上。不可能！本宫的无望煞气怎么可能不是天龙血脉的对手？不会，早在万年前，神龙血脉就已经消失不见了，怎么会出现神龙血脉？怎么会？金龙生生的将寻千愁整个身子全都吞了进去。蛇姬弟弟，你好厉害啊！龙思觉未曾应答他，将岳清晨从自己背上卸下，重新抱在怀中。怎么回事？美人娘亲想要找美人外祖母的东西，这些是美人外祖母从前的部下，被困在明镜江中，所以美人娘亲就用金血将他们救出来了。龙思觉低下头去，看着怀中的女子，眼底全是疼惜。原本血脉重组是好事儿，可以帮助人实力突破，可是岳清晨在重组血脉之后，非但没有好好休息，反而是耗光了自己的精血。龙思觉的指尖落在少女的眉心之上，探查着她此时身体的状况，只觉得太阳穴都因为愤怒而疯狂地跳动着。蛇姬爹爹，美人娘亲你没事吧？她没事，但是回去之后就有事了。是你们这么不乖，竟然一个人偷偷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的与他算这一账。走。龙思觉抱着岳清晨愈发的紧了。等龙思觉等人离去之后，身后的亡灵们这才一个个的从震惊之中回过神来。我们自由了，可以前去轮回了。这声音落下，应答的是死一般的沉寂。沉吟片刻之后，我不要轮回，我要追随那姑娘，是她解救了我们，我们要永远伴随着她，守护着她。对，哪怕灰飞烟灭，我也要一直伴随着她。明镜江之上，所有的黑雾全都散去了，仿佛这明镜江只是一片再寻常不过的江水了。娘亲怎么了？娘亲，这是学院内的师姐给我的很好吃的糖果。娘亲，你还没尝过，你快醒来，尝尝这糖果的味道好不好呀？小叶趴在岳清晨床边，泪眼婆娑着。娘亲怎么了？别打扰他，他累了。爹爹，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娘亲？龙思觉一时语塞。你去哪里？眼看着龙阡陌突然往外离开，我要去好好修炼，修炼完后我会保护好娘亲，以后保护好娘亲的任务交给我，我的娘亲我来守护。说完，那小小的刚毅的身子再是不回头，直接走了出去。哇，小莫哥哥好酷哦！也不知道小莫哥哥这样的男孩子以后娶什么样的媳妇儿啊？被自己儿子这么一怼，无奈的扯了扯唇。小叶，你也先出去吧，你娘需要静养。龙思觉一道金色力量附在岳清晨上方。小清晨，咱儿子对我有意见了。龙思觉继续施加金色力量，替他滋养着血脉。好好睡一觉吧，等你醒来，你的实力又上一层楼了。我认下的爹爹和娘亲到底是何许人也？娘亲打了架，血脉竟然重组觉醒了，而爹爹更恐怖，竟然释放出了神龙血脉。神龙血脉啊，那可不是寻常可见呢。在神域有一个尊贵的种族，他们以觉醒天龙血脉为荣，只有种族之中万里挑一的人才能觉醒天龙血脉，而神龙血脉却是比那天龙血脉还要尊贵上千倍万倍啊！无论如何，我都要死死的抱住本人娘亲，给射起爹爹的大腿儿。足足昏睡了4天的岳清晨终于悠悠地转醒了。岳清晨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看到了自己的娘亲李心妹将金凤血脉从自己的身体里抽出，埋入他的体内。娘亲知道你会无畏地走下去。娘亲，你醒了。娘亲，你都昏睡了4天了。我没事，放心。此时的龙思觉模样看着有几分憔悴。娘，爹爹这几天一直在照看你，都4天没有合眼了。龙思觉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血脉，重组之后如此的霸道。万幸龙思觉身有神龙血脉，可以镇压得住他。龙大，我没事，你快去休息。我现在真的什么事都没了。下次还敢不敢一个人设身险地了？这次太着急了，下次提前跟你说。没有下次，小清晨，你吓死我了。被高大的男人紧抱在怀中的岳清晨，我这不是没事吗？放心啦。可是你吓到我了。好啦，不怕。这就够了吗？不行，我的心脏被吓到了，我的心灵受伤了。一旁小叶小莫震惊，娘亲这一醒来，爹爹就变成了一个委屈的小媳妇儿，这也太夸张了吧。可是爹爹，你这2天明明……大人说话，小孩子别插嘴。我作证，这2天睡起爹爹真的好憔悴哦，睡起爹爹被吓得饭都吃不下了，心肝俱疲。龙思觉看了2眼青龙宝宝，对这只便宜儿子他颇为满意。不错。哇哦，睡起爹爹夸我了，我可以睡一辈子。我虽然是神兽，但是同时拥有金凤血脉娘亲以及神龙血脉的爹爹，这还是神兽界的头一遭。我们还是不是爹爹的亲儿子了？那你说怎么办？要疗伤，在他脸颊上轻亲了一口。这仅仅算是利息，当你参加完第2轮测试回来，再替我正式疗伤，好不好？正式疗伤？不过他倏然捕捉到龙思觉话语中的重点。第2轮测试，今天是什么日子？娘亲，你昏睡了足足4天，今天是圣女选拔下的第2轮啦，我得赶紧去了。这第2轮测试怎么能够错过？测试广场上，月姑娘，她张了张嘴，做出了口型。丁雅涵被荀燕燕封印住了喉咙，她甚至都说不出话语。荀燕燕根本不给丁雅涵亲口认输的机会，她是要故意折磨丁雅涵呢。岳清晨到达的刹那，已经发觉了异常，解开了荀燕燕覆盖在丁雅涵周身所有的力量。月姑娘，你可算来了，还好我撑住了。你是第10号，该你上场了。手脚之间的飞花陡然之间被拔出，岳清晨急速而起，将丁雅
雅涵抱在怀中。断剑帝师此刻也已经到达了，与方楚然一道将丁雅涵的身子接了过去。岳清晨，我还以为你不敢来。这第2轮比试原来可以进行得如此残忍。比试的规则是这样，除非一方亲口认输，或者是倒地，或者是从这试炼台上掉下去，否则比试就没有结束。是吗？那请问用钉子钉着也算？8大灵使的语气一致，荀燕燕的举措是众人始料未及的。我知道了，我是第10号，那我们就开始吧。那无数道箭矢般的力量毫不留情地砸向荀燕燕。荀燕燕她完全无法前去对抗，只能躲避。不多时，荀燕燕早已是气喘吁吁，浑身的力量几乎消散殆尽。岳清晨，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耍我？你说对了，我就是在耍你。灵使，你们看到了吗？岳清晨他在耍我，你们难道不出来干涉一下吗？月姑娘，现在是比试时间，比试还是要认真的好。灵使又怎知不是在认真比试？比试的规则有哪条规定说了不允许我这样做？若是灵使记忆不好，不妨我也再说给你们听。灵使大人也是有趣儿，方才丁姑娘都被钉在了柱子上，差点被惨虐致死。你们那会儿未曾中断比试，现如今到了我这里，就因为这一点小事就中断。原来灵使是如此的双标。8大灵使的脸色都不觉僵了些许。请问我们可以继续开始了吗？当然可以。好，那之后就请灵使你们闭嘴。你不是想让我认真的比试吗？你且看好了。道道凛冽的气流闪烁在他周身。岳清晨的实力远在我之上，根本不是我能够对抗得了的。不过我也不会输。荀燕燕口中轻念口诀，开始催动锦囊，等着自己随身的宝贝再将岳清晨所有攻击的力量全部吸收殆尽。只看到那锦囊上簇起了一团火苗。荀燕燕惊慌失措地将手中锦囊丢弃在地，眼睁睁地看着锦囊被烧毁了。魔血咒出自上3域的魔域，偌大的下3域几乎无一人能对抗得住这魔血咒。可是岳清晨的金凤之火却是将它烧毁了一个精光。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你是靠着这魔域的东西在这里为非作歹，没了这玩意傍身，我倒要看你如何逞能。我乃天气宫的少主。哦，是吗？所以你休要胡来，天气宫乃是女皇陛下的师门。很巧，打了老的，来了小的，你说巧吗？4道气流将他的4肢从地上拎了起来，钉在了方才钉着丁雅涵的柱子上。岳清晨，你敢这么对我？对呢，你怎么对我大侄女的，我就怎么对你了。将荀燕燕那微张的嘴唇封印起来，让她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岳清晨这是替丁雅涵报仇来了。怕了，认输了。你想说话吗？是不是想说还想继续跟我决斗？放心，我会满足你的。断剑帝师正全力对丁雅涵进行着救治，他又是一道道力量砸在荀燕燕身上。方才你应当是想要挑断我大侄女的手脚筋的，对不对？荀燕燕拼了命的摇头，还说谎，看来欠教训啊！又是一道万钧雷霆之力朝着荀燕燕4肢落去。好痛啊！终于时间过去够久，有一个灵使匆匆喊出：哎，月姑娘，比试台上不得杀人。知道了。岳清晨抬起脚，将已经断了手脚筋的荀燕燕一脚踹了下去。第2轮比试到此结束，吾等会替你们进行打分。好了，大家就先散了吧。岳清晨坐在了丁雅涵跟前。月姑娘，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一定会得第一的。大侄女，你受累了。我应该做的，谁让我是月姑娘你的大侄女？丁师姐，这第3场比试你怕是不能去参加了，你得养好身子，千万不可落下病根，否则不划算。可惜了，我注定失望了。第3场测试比的是谋略。先别动，你会去参加第3场的。岳清晨手腕上的金凤图腾这会儿开始闪烁出了极其耀眼的金色光芒，而岳清晨掌心之中附起了层层金光，笼罩在丁雅涵的伤口上。丁雅涵身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的愈合。非但如此，丁雅涵此时浑身的力量似乎都比从前要强大些许。在岳清晨的力量浸润之下，丁雅涵的表情此刻开始发生变化。天哪，丁姑娘这是要突破了！方姑娘，快退后！自丁雅涵的周身突然之间爆发出了一道巨大的撞破声响，突破到了圣者境地。只等丁雅涵突破，岳清晨这才将力量撤走。我的金凤力量非但帮助丁雅涵治愈了伤口，更替他突破了。这金凤传承的力量竟如此强大。
临安堂内，玉神医的断臂已经被接上了。月姑娘，你是想要女皇之位吗？不感兴趣。那你这是？我要进入灵殿，我的娘亲被女皇囚禁在灵殿，只能凭此机会进去。灵殿不同于天启宫，别说是灵殿8大灵使，便是灵殿的各种规则，我都不一定能够招架得住，所以我决定不硬闯。当然啦，那女皇的位置我是要拿过来的，我要将她安安稳稳送到一个人的手上。还好当初我没有继续跟岳清晨作对，否则只怕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化为哪抔土了。对了，月姑娘，家师知道我如今跟随了你。天一派？是的，家师得知上次竟有人冒充天一派的传人，在海选测试上作乱，甚至还惊扰了月姑娘你，很是生气。他说等他手头的任务完成，一定会赶回来参加月姑娘你的圣女加冕，乃至女皇的加冕。好，正巧我也想会一会这天一婆婆。相传天一婆婆医术精湛，一手的绝活世间无人可挡，这也正是为什么当初她甚至能够被上3域的人请过去的原因。月姑娘，你跟家师说的话一样，家师说等他回来一定要跟月姑娘你比一比医术。玉神医，最近铺子里不忙，若是可以的话，你帮我去兰家送点东西吧。月姑娘，我从前做了那么多错事，做了那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我还可以吗？相信自己，只要光明磊落，无愧于心，一切都可以改变。好，月姑娘，我知道了。夜幕降临了，岳清晨显得身心疲惫，准备入眠。娘亲，今晚我们要跟娘亲睡。好，娘亲，这次我们不走了，好不好？我记得每隔3年，神域会来灵域，从灵域的各大学院内选拔2位弟子踏入神域。对的，娘亲，你也知道这件事情吗？最近各大学院都在为这件事情以及圣女选拔赛的事情做准备呢。我记得应该快了吧，就在2个月后。对，就在2个月后。不过跟我们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已经到了灵域，我们就在这里好好生活吧。臭小子，真没出息！你们继续跟断剑帝师回去天辰学院，若是能够拿到那神域的进入的资格，还是要争一争的。为什么？我们才不想去什么神域，我们只想一直跟娘亲在一起。以后你们会明白的。青龙宝宝说，龙司诀有神龙血脉，那是万年难得一见的血脉，即便是神域最尊贵的种族，也不过只是天龙血脉而已。如此，岳清晨实在是无法想象出龙思觉的身世，他只知道或许等待着龙思觉的是更棘手的问题。好了，快睡吧。门外，某个男子正双手背在身后，在门外焦急地踱步。原本他还想着等着第2轮测试选拔结束，他要来找媳妇儿好好的寻求精神损失费以及心灵安慰，没想到又被2个小崽子给打搅了。龙思觉哀怨地看着房间，忍不住一声轻叹：龙公子，你最近心气浮躁，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来这临安堂也好一阵子了，还是头一回瞧见龙公子这般。以往龙公子哪一天不是意气风发，今日怎么如同一个被霜打了个的茄子一样，整个都蔫了。这会儿龙思觉眼下有些许乌青，前5日一直关注着昏睡中的岳清晨，一直用玄力滋养岳清晨，帮助他血脉完全重组稳固，这已经极大的耗费了龙思觉的心血。而昨晚上他又1晚上没睡着，所以今早精神状态欠妥。龙思觉目不斜视，继续往前，只是那满身的冰冷像是要吃人一样，吓得玉神医匆匆闭上嘴，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这样的龙思觉太恐怖了，我还是赶紧离开这里保平安吧。好吃吗？好吃，娘亲喂的饭菜最好吃了。娘亲，我好想每天都吃到你喂的饭菜哦。远处，龙思觉看着2个小崽子那般开怀的模样，心中也是大喜。不过等听到小崽子说天天都要吃岳清晨喂饭时，这2个小崽子要是天天在这儿，那我还怎么跟清晨亲近？爹爹来了，爹爹快来吃早饭。只看到往常自己的位置已经被2个小崽霸占了，赶紧吃早饭吧，特地给你留了红豆糕。龙思觉身形不动，继续一脸不满地看着岳清晨身侧的位置。那里以前是我做的，儿子一来又霸占了我家媳妇儿了，不行，我得想法子将儿子赶走，若不然以后哪里还有他们老子我的立足之地啊！爹爹，你不喜欢吃红豆糕吗？龙思觉未曾应答，神色讳莫如深。爹爹，你要是不喜欢红豆糕，还有别的，还有……小叶小莫，我记得你们之前在圣域时最喜欢看这个画本，我特地给你们带过来了，你们应该还没看完吧？哇，那是我们之前最喜欢的画本哎，我们都还没看完呢，没想到爹爹竟然带过来了。还好他留了一手，将画本随手丢在自己空间内，眼下总算是派上了用场。那你们继续去看吧，我记得你们上次看到了风青青老祖宗吃小孩的那一页。
突然听得小叶小莫下意识地打了个寒战。说来，我最近还真得了消息，那个叫风青青的老祖宗好像出现在了灵域，他似乎实力早就在尊者之上了。小叶小莫，你们得悠着点，别被他碰上，若不然连爹爹娘亲都救不了你。所以儿子，为了你们的安危，你爹我必须随时监督你们，不能让你们太靠近你娘亲。小叶和小莫此刻一脸的懵逼，不等他们回过神来，只看到龙思觉已经很是惬意地坐在了岳清晨身侧的椅子上。媳妇，方才玉神医说我最近病了。岳清晨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好几番龙思觉，也没见他哪里病了，顶多就是休息不够。你看着办。我还在想，这男人一大早脸臭成这样是为了什么？原来是在吃2个儿子的醋。这家伙真是越活越回去了。随后他伸出勺子，认真的舀了一碗粥，递到龙思觉口中。龙思觉不胜惬意。怎么样，现在病好些了吗？不够。那怎么办？你猜。手中舀着粥的动作加快，将一碗粥迅速塞到龙思觉嘴巴里。不等龙思觉吞咽下去，现在够了吗？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盛2碗3碗。玉神医做了很多粥。小叶和小莫在远处十分同情地看着自家爹爹，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不在的日子里，爹爹竟然一直都没吃饱。爹爹，你放心啦，要是不够的话，我们这里还有2碗粥。爹爹你放心，你跟娘亲一样，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我们就算是饿到自己，也绝对不会看着爹爹你挨饿的。这俩小子只要不给我当电灯泡，那就是对我最好的馈赠了。走，看你恢复的不错。月姑娘，这便是圣女选拔赛的最后一轮了。其实这最后的结果我倒是不想去争了，只是听闻最后一轮的秘境极为锻炼人，从那第3轮当中走过一遭，几乎胜过在外头修炼1年。是真的，我听说上一届的圣女选拔赛有一个人在里头历练之后出来的时候，实力直接涨了一个档次。不过听闻最后一轮很是磨练人，也不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一会儿就知道了。既然大家都已经到了，那我便跟大家说明这第3轮的规则。第3轮乃是一道试炼秘境，每个人进去之后所面临的都是随机的，你们需在里头克服你们遇到的所有阻碍与困难才能出来。至于这测试的成绩，便是按照你们出来的顺序排列，最先通过里头测试，从秘境之中出来的人名次越高。怎么样，你们可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既然都明白了，那我们便准备开始。出事了！秘境之内，所有的参赛选手只感觉自己置身于熊熊烈火之中，5个人各自被烈火焚烧。方楚然与丁雅涵的实力比另外2个女子实力要高，在烈火袭来之际，他们各自开始采取了措施。另外2个女子就没那么好运了，不等他们回过神来，他们2人已经各自被烈火烧灼上。屏障之下，不是说只是测试吗？怎么还玩起人命来了？哎呀，天哪！那2个姑娘被烧死了！不可能，里头的测试不过只是根据心境衍生出来的幻境，怎么会有这样的烈火烧死人呢？快解锁秘境，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快啊！8大灵使匆匆想要前去，却根本来不及操作。最后的2个女子已经彻底的被烈火烧成了灰烬，她们的屏幕瞬间熄灭，屏幕熄灭代表着生命消失。可是他们真的死了，真的死了！测试秘境之中的变故，岳清晨等人并不知情，他们只当这是正常的测试历程。丁雅涵与方楚然各自面对着跟前的熊熊烈火。岳清晨记得这第3场试炼的规则，只要从这第3场的秘境之中走出去，便算是胜出了，故而直接设下结界，挡住了烈火的侵袭。顿时，秘境之中的烈火如同借了东风，瞬间朝着他们攻击过去。丁雅涵与方楚然，他们周遭的结界似乎再也挡不住了，2人置身于烈火之中。娘亲，爹爹，娘亲跟2个师姐都出事了，2个师姐撑不住了，他们会不会死？会不会死啊？别怕！金龙呼啸而起，他在试图将那秘境的入口打开，眼看着那入口就要被打开了，谁想到却是有一道光芒闪过，那原本还在高速旋转的入口凭空消失了。龙思觉陡然转头，生生的将远处的8大灵使全部从原地拖起。阁下饶命啊！阁下饶命啊！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方才我们也企图前去将这秘境关闭，可是我们也失败了呀。秘境失控了呀！我们外头的人完全干预不了秘境啊！现在只有等秘境里的人自己闯关，只有他们自求多福了。自求多福？你们最好祈求清晨不会被伤到一根毫毛，否则莫说是选拔圣女，便是整个灵域，本尊也会将之踏平。
八大灵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们正要说话，却听到屏障上再度传来了异样的动静，伴随而来的还有一丝惊呼声。众人望去，只看到一道烈焰已经冲破了方楚然的结界，灼烧在方楚然的衣服上。丁雅涵那边情况也不好，随时要被烈火焚烧上，而岳清晨也暂时被烈火拦住了去路。他落在原地，与跟前的火龙周旋。方师姐，没用的，小公子，秘境入口关闭，只有看他们里头的人自己的造化了，我们无法干预他们了。方师姐跟丁师姐以及娘亲，难道真的要死在秘境里吗？小莫想到了什么，突然伸出手来，以自己的鲜血画下了符咒。他不确定这有没有用，娘亲从前是教过我的。以鲜血传话。哇，美人娘亲，快看，前面是不是要到出口了？应当是，咱们加快速度，这里头太热了。但就在他继续向前时，脑海之中似乎传来了一道道的哭腔。娘亲，救救师姐，他们要被烧死了，已经有2个人被烧死了，丁师姐跟方师姐也快撑不住了。娘亲，我们进不去秘境，也关闭不了秘境。有2个女子被烧死了，这根本不是一般测试的结果。圣女选拔赛固然残酷，但根本不会弄出人命，更别提是有这么多百姓在这里围观了。青龙宝宝出事了！怎么了？这测试是一场阴谋。岳清晨探查到，这场火是被人操控的，并非是秘境的关卡。娘亲，方师姐被困在火海中了，她真的要被烧死了。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小莫这么哭泣，想着自己儿子此刻泪流满面的景象，岳清晨的心一点点的提起。别哭，小莫，娘不会让他出事的，他们是我的大侄女。还有，你是男子汉，你不可以哭，该哭的不是你，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岳清晨悬身于半空之中，原本以为你们只是测试关卡之中的一关，我也只想着能够通过关卡便可，没想到竟是有心人刻意而为之，如此肮脏的手段，也不怕被天下人笑话。这肮脏的火光烧得够久了，是时候该熄火了。强光与烈火对冲而上，生生的将烈火自他周身逼迫的连连往后退去。方楚然与丁雅涵的屏幕上，那本来要肆意烧毁他们的烈火，也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似的，全然往后退了回去。火灭了，火真的灭了，丁师姐跟方师姐都没事，他们没死。操控烈火之人，你们可还满意？在烈火退去的刹那，从半空之中，无数的冰刀从上方落了下来。美人娘亲，这刚走了火，就来了冰啊！这是要置你于死地啊！唉，没办法，优秀的人总是遭人妒。美人娘亲，我来帮你。别，这边还难不倒我。方楚然与丁雅涵在烈火退散之后，就已经开始继续进行历练。他们所面对的依旧是他们的心魔。至于岳清晨，在刀雨之下不住地向前行走，突然消失的漩涡一般的入口再度重新出现，一道白色身影就迈着矫健的步伐，一步一步地往外走去。娘亲，吓死我们了！还好什么事都没有。龙思觉那紧握的拳头微微的舒张开来，揉着岳清晨柔软的发丝。辛苦了。没什么辛苦的，正常测试。娘亲，丁师姐跟方师姐方才差点就死了，还好娘亲你接收到了我的消息。小莫用血与自己沟通，耗费了他大量的鲜血，全力附在小莫的手上。是娘亲的疏忽，没及时发现秘境之中的异常。娘亲，师姐那里又出事了。娘亲，素白的身影灵巧地朝着远方冲去。月姑娘，大公主，这是想让谁死无葬身之地呀？你岳清晨的目光落在夏子宁手中紧攥着的闪烁着红色光芒的血咒上。果然是你们，夏子宁，你是想将所有的人击杀在秘境之中吗？可是你到底还是要失望了。那力量将那血符连同夏子宁的手掌一同击碎了。薛清晨，你这个贱人，我是公主啊！夏子宁，你苦心策划了这一切，是时候让你接受该有的报应。你要做什么？夏子宁，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你的一个交代。是月鞭捆绑住了夏子宁，顺带着也将里头的荀燕燕捆绑起来，随后将他们二人一左一右掠过半空，朝着测试广场上扔去。那正是大公主殿下以及荀燕燕。八大灵使，我将始作俑者带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公主，你自己说说，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各位主播，救我！薛清晨是个疯子，他疯了，不肯说实话吗？岳清晨，不关我的事，你不能报复我，都是夏子宁，是他找上了我，把我拉过来看你们的测试，说是有好戏看，是夏子宁在秘境上动了手脚，说是女皇陛下给了他动手脚的机会。岳清晨，你放开我，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贱人，你说什么？你闭嘴！
大公主，你趁着我身子不舒服威胁于我，若是我不肯前来跟你一同看这好戏，你便会对我下杀手。可没想到，你身为灵域的大公主殿下，竟然会做出这样残暴的事情。世人都说你爱民如子，谁又知道你的狼子野心呢？没想到你跟那岳清晨是一丘之貉，你们一样的贱，一样的不要脸。哇，狗有狗哦，没人娘亲，不如就让他们自己咬自己吧。好，誓约鞭从二人身上松开之后，贱人，你竟敢背叛我，你竟然敢这么出卖我，去死，去死！荀燕燕浑身筋膜断裂，眼下根本无法动弹，于是便生生的在夏子宁手中断了气。让你知道背叛本公主的下场。夏子宁，你大胆！你先是违背了圣女选拔赛的规则，如今在第3轮的测试，竟然下如此的毒手，你好毒的心思呀！本公主乃是灵域的公主殿下，是女皇陛下最宠爱的女儿，本公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何须你们在此指手画脚？我母皇陛下尚在闭关之中，马上便会出关，她闭关之时便已经告知天下，不在的时候，这偌大的灵域交由本公主来掌管。如今本公主想惩罚2、3个不听话的人，天经地义。大公主，及时回头，我们可以饶你一命。哼，本公主想让谁死就让谁死。手中有气流闪过，这便是她的最后一步，彻底的关闭秘境大门，让里头的人生生世世的被困住。眼前一道风起，岳清晨的一只手突然拽着夏子宁的衣领，掌心之中的气流也随之熄灭。八大灵使，夏子宁今日所作所为，你们也已看到，如今已有2条人命折损在他的手上，这样的情况，你们当真还要再留他一命？这么歹毒的女人，不配做灵域的公主。她妄图将比她厉害的人都困死在秘境之中，如此狼子野心，实在是该死啊！就是，她若不遭受重惩，不足以服众。谢清晨，八大灵使不会责备我的。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守护灵域而生，为了守护女皇而生，是吗？恰是这时，丁雅涵与方楚然纷纷突破了秘境，从秘境之中走出。八大灵使，你们既不知该如何惩罚夏子宁，便由我代劳吧。薛清晨，你要做什么？你想干什么？八大灵使，救我！你们的职责是为了守护母皇陛下，守护本公主，救我！八大灵使握了握拳头，有些犹豫不决。有人似乎想要上前，那一直站在人群之中未曾言语的龙思觉，却是抬起眸子，悠悠地扫过他们。惩恶扬善，灵使是不会干涉这一切的，对吗？将夏子宁重重地甩入秘境之中。夏子宁，你心心念念的最后一轮秘境，你自己去尝尝秘境之中心魔的滋味吧。像夏子宁这种坏事做绝的人，想来心魔一定会很是精彩。夏子宁尖利的叫喊声伴随着秘境入口的关闭，声音消散无形。八大灵使，将他永远关闭在秘境之中吧。好，如姑娘所言，唉，这夏子宁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圣女选拔赛就此落下帷幕，本灵使在此宣布，这一届选拔赛之首由岳清晨所得，第2名与第3名分别是方楚然与丁雅涵。不知各位有何异议吗？若是没有任何异议，灵殿将在3日之后对这3位圣女进行加冕。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本灵使宣布3日之后。谁说没有异议的？我不同意，本祭司不同意。那是大祭司，是灵域内有占卜功能的祭司大人，他怎会突然出现在此？祭司大人，您有异议，可否告知为何呀？不能让岳清晨成功的当选圣女，否则待她成为圣女，登上女皇之位，定追究大圣女当年的事情。须知大圣女当年之所以被迫害成那般，我这个大祭司已参与呀。这个月姑娘并非是灵域之人嘛，一个从圣域来的低贱的存在，有什么资格来我们灵域竞选圣女，甚至竞选女皇？月姑娘，你来自圣域，是又如何？那不好意思了，月姑娘，你的比武不作数，还请你下去吧。仅仅是因为我来自圣域，就剥夺了我的资格？那我请问你，灵域圣女选拔规则之中，哪一条说明了只有灵域的人方可参加？八大灵使垂眸，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接话。月姑娘，你不要为难我们，圣域的人是配不上灵域圣女的身份的。哼，只要岳清晨当不了圣女，那么我所有的担忧不会成真了。姑娘，您请吧。金龙咆哮，
啊，金龙啊，那只有神域的那高贵的家族啊。不过只是一个灵域，竟敢嫌弃本尊媳妇的身份，莫不是本尊之前一直在此没有说话，你们当本尊死的了？尊上，这月姑娘来自圣域，怎么会是您的媳妇儿啊？华域之间不得通婚，更别说是圣域跟神域了。她是不是本尊的媳妇？难道你比本尊还清楚？本尊的事情何时轮得到你们来做主了？不敢不敢。行了，本尊知道了，你们觉得本尊媳妇卑贱，便是觉得本尊卑贱。既然你们这般不将本尊放在眼底，本尊也无需与你们多客气了。方才你们灵域的公主已经让本尊很不快了，那就一并将这笔账算清楚吧。她身上有金龙血脉，身份那般尊贵，我们根本得罪不得呀。尊上，方才是我们太浅薄，是我们错了，是我们有眼无珠，还请尊上饶恕我们。月姑娘，您也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马吧。您这圣女的名次依旧作数，依旧作数。看你们这般心不甘情不愿的，本尊从来不强人所难的。尊上，我们没有强迫，我们是发自真心的。方才是我们一时之间判断失误。月姑娘那么厉害，并且当着所有的百姓的面救下了另外2位圣女，是我们灵域的大功臣，我们崇拜她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嫌弃她？大祭司，您说是吧？没曾想到月清晨竟有高人相助啊！金龙血脉只有东神域的龙氏一族有传承，但是这一族之中觉醒天龙血脉的只有东神域的太子殿下，而太子殿下前2日正在与人订婚。这个男子断不会是东神域的太子殿下，这来人到底是东神域的何人呢？是本祭司推断失误了，没想到这位姑娘竟有如此尊贵的身份。那你可还有任何异议？没有。既然如此，继续宣布你们的决断吧。现在还有人有异议吗？回答他们的是死一般的沉寂。那既然如此，那3日之后在灵殿对3位圣女进行加冕，此次圣女选拔赛彻底结束。小清晨，恭喜你。谢谢你，龙大。我得回去好好弄清楚这位有天龙血脉的人到底是谁。月姑娘，第3轮秘境之中发生的事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多谢你们救我们一命，举手之劳。更何况你们是小叶小莫的师姐，便是我的大侄女。月姑娘，你且放心，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追随于你。我们代表的地刹宫以及玄冰宫会一直支持着你。地刹宫跟玄冰宫，你们来自13宫？不错，我们自幼进了天辰学院，甚少有人知道我们的身份。不过月姑娘放心，我们乃是地刹宫跟玄冰宫的接班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与姑娘同在。原来13宫不进入天启宫那般。天启宫素来霸道不堪，虽然代表着我们13宫之首，但是我们其余很多人早就有所怨言了。这次也真奇怪，那天启宫竟说倒就倒了。哈哈哈哈！好了，没想到这次咱们天辰学院竟出来了2位圣女，实在是不虚此行啊！月姑娘，我也敬你一杯。若是没有月姑娘在，就没有今日的一切。此生能够结识月姑娘，实乃我断剑之幸，我天辰学院之幸啊！断剑帝师，既然这么感谢，不如将还魂碎片交给我。哈哈，月姑娘真爱开玩笑。月清晨失笑，他当然知道还魂碎片不是断剑帝师能做得了主的。我该如何得到灵域的还魂碎片？月姑娘，这还魂碎片乃是各大学院共同守护的至宝，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断得了的。既然那还魂碎片就在灵域，我去替你取回来。怎么取？偷或者抢，只要你要，我都去给你带回来。龙大，不用去。若是抢回来，我们与别的来抢夺还魂碎片的人有何不同？再者，还魂印有灵性，若是将它生生的抢夺过来，即便是到手，也只会让它的效果大打折扣。这样做不值得。龙思觉若有所思。你且说，还魂碎片由谁决断？还魂碎片由5大学院共同守护，5大学院将它共同镇压在一处。你若是真的想要还魂碎片，需要得到5大学院所有人的首肯。知道了。等我进入灵殿，将娘亲救出来后，有机会我便会去拜访5大学院之人。好了，今日大家都开心，继续喝酒。先祖在上，神灵见证，本祭司在此替3位圣女加冕，从今以后，她们便是灵域圣女，担负起灵域的重任，此生不灭，守护为荣。便是这时，灵殿外头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声响。师兄来了。尊上，好像是冲着你来的。眼看着那道道气流不偏不倚的朝着龙思觉砸来。断剑帝师，他们交给你。就是你这个小子，
有天龙血脉，天龙血脉啊！就凭你也配拥有吗？今日我便取了你的天龙血脉。道道凛冽的光芒将四方包裹住。想取本尊的血脉，你确定？通体金色的巨龙在半空之中朝着跟前的分身而去。你的天龙血脉竟能觉醒，可真是奇迹。不过可惜了，今日之后，这世间就不会再有你这个天龙血脉了。力量涌现出来的刹那，金龙呼啸而上，金龙完全被困于一阵剧烈的光圈之中。龙思觉已是腾身而起，朝着那道分身砸去。也好，反正你总归是要死，不如就让你看看真正的神域贵族是有何能耐。糟了，出事儿了，咱们快出去看看。是神域之人，神域之人竟在这里起了冲突。你们赶紧进去，千万不能祸及自己。神域高手之争，我们断不可插手。三位圣女，你们还不快后退！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想来定是发现了龙大的身份，否则对方不会这么兴师动众的前来的。而且对方看着实力很是恐怖。月姑娘、金姑娘、方姑娘，闭嘴！八大灵使识趣的很，第一时间就做了断绝，匆匆离开。方楚然与丁雅涵见岳清晨不肯走，也都心照不宣地留了下来。他们决定，不管岳姑娘在何处，他们都要跟着，要跟她战斗。他们的这2条命早已经是岳姑娘的了。大祭司沉着脸，见岳清晨不备，朝着岳清晨刺去。可在大祭司那尖刀快要刺上岳清晨的后脖梗时，那站在跟前的白衣少女甚至头也未曾回过来一下，一个旋身将大祭司紧握着权杖的手拽住了。手臂在岳清晨手中被拧成了一个很怪异的形状。你想杀我？你没重要，就凭你那点雕虫小技，也妄图能够迷惑得了我？丁雅涵与方楚然早已经震惊了，果然发觉他们的身体都无法动用起玄力。是你通风报信，说你到底要做什么？岳清晨，你别怪我啊！要怪就怪你是大圣女的女儿，你该死！是大师兄，救我！那第2道分身直往岳清晨、方楚然、丁雅涵3人而去，一道道阴元素之力冲袭过去，冰封住了间隙的杀光。小子，你还觉醒了元素之力？本尊已经体会过你的能耐了，现在轮到本尊了。他抬起双拳朝着虚空挥过去，而那道分身也在龙思觉的这一道攻击之下彻底粉碎。小子，你已经打破了我的虚空幻影。他转头看向了第2道分身，第2拳裂天，四方云层瞬间完全的朝着远处散去。那第2道幻影也瞬间被砸得七零八落的，半空之中云层散去又迅速的聚集，似乎有其余的幻影就要投射而下。刹那，那之前盘旋于空与分身打斗的金龙一点点的增大了，一口吞没了将分身投射下来的一道漩涡金光。小子，你竟然是神龙血脉！那整个声音都在颤抖。他不知道神龙血脉是什么，他只知道这个人想要伤害他的小清晨，而金龙吞没了对方的分身投影，足可让对方丢掉半条命。现在你知道本尊的能耐了吗？只可惜对方在神域，我不能取了他的狗命。神域的人，本尊不知你到底为何要来，但本尊奉劝你，若是再敢来对我媳妇儿出手，尊定杀上神域，将你碎尸万段。这小子不是神龙血脉，他是金龙血脉啊！他现在还不能进入神域，所以留在灵域。可一旦等他的实力达到尊者，等他有了机会踏入神域，那就糟了。我得赶紧禀告太子殿下，赶紧让太子殿下早做准备，早点打算呀，否则后患无穷啊！回答我的问题。姑娘，你放了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一时糊涂啊，所以才不小心惊扰了你跟尊上。你似乎知道龙大的身份。是的，我一时糊涂啊！我之前以为龙公子是东神域的太子殿下，就随便与我师兄说了一嘴。我没想到我师兄竟然这么大胆，竟然来到这里刺杀东神域的皇族。东神域的太子殿下？是的，是的，小的有眼无珠。小的之前看到龙公子金龙，以为龙公子身有天龙血脉，这偏巧我师父乃是东神域神宫的人，小的就在与师兄交流的时候提了一下，是小的错，小的罪该万死，小的嘴贱。月姑娘，放了我吧，这圣女加冕仪式才进行到一半呢，咱们还得继续进行加冕呢。不必了，一个死人是无法给我们进行加冕的。
不，月姑娘，不！咔嚓的声响，已是将那大祭司的脖梗彻底的拧断了。月姑娘，这加冕还要继续吗？继续。加冕仪式结束了，岳清晨等人便在灵殿内住下。龙思觉，他身有神域皇族的血脉，只是他被丢弃了。小清晨，原来我真的是来自神域，哪怕真正的身份揭露，我似乎还是那个被抛弃的人。不管你来自何处，你始终是我岳清晨的男人，是小月小莫的父亲。龙大，我们一直在你身侧，我知道我不在意我的来处，于我而言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你们娘仨，其余对我来说不过都是浮云罢了。只是担心因为我的来处会对岳清晨跟孩子们造成困扰。龙大，你受伤了。道道旋力落在龙思觉身上，等替他治疗的差不多时，岳清晨那葱白的指尖从龙思觉的胸前划过。你受伤了怎么不告诉我？现在好些了吗？龙思觉只感觉到阵阵的电流从自己身上流淌开来，让他的呼吸都忍不住急促些许。龙大，你不舒服吗？岳清晨清楚地听到了龙思觉有些加速的心跳声。还伤到哪儿了？龙思觉低着头，只是颇有深意地看着岳清晨，没有多言。让我看看还有哪里受伤了。龙思觉突然一把抓住他的手。龙思觉稍稍停下来，看着岳清晨。我没事，只要你一直在，我都不会有事。清晨，你就是我的药。我听到了，美人娘亲跟睡起爹爹现在好像在干一些好奇怪的事情，我得出来看看。但是不公平，我也想看美人娘亲的药是什么样子的。哎呦！将青龙破门甩了出去。青龙宝宝，你怎么了？怎么被丢出来了？嘘，美人娘亲在给睡起爹爹治病哦。爹爹受伤了，我们快去看看。爹爹，你受伤了吗？快让我们……却是看到龙思觉坐在一旁，沉着脸转过头来，他似乎在隐忍着怒意，看着突然闯入的两个小家伙。臭小子，有你们在，这辈子你们都要不到妹妹了。小叶和小莫站在门外，眼看着龙思觉那发怒的样子，生生吓了一跳。为什么？美人娘亲不是在给爹爹治病吗？爹爹，我是不是很厉害？让小叶小莫都过来看娘亲是怎么给爹爹治病的。滚！再度将青龙宝宝往远处抛去。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本宝宝？树叶，凤银剑，找找看，娘亲在何处？在这里吗？我的娘亲，被困了20年的娘亲，便是在这里吗？凤银剑没有回应，只是嗖的一下子再度回到岳清晨的手中。淡定，随我过去瞧瞧。再度看到娘亲的画像，娘亲的那张脸啊，果然与我的容貌有几乎9分的相似。娘，我来了，这一次我一定会将你救出去的。女皇说，娘亲被她囚禁在灵殿，凤银剑带我前来的便是这里。然而，就在岳清晨以为凤银剑会探查出娘亲的踪影时，那凤银剑竟是突然之间暗淡了下来，重新回到岳清晨手中。怎么了？娘亲不在这里。凤银剑颤动2下，示意点头。墙面上的一堆画像之中，有2张画像上的油墨甚至还未干涸，这赫然是有人故意在之后挂上去的。有人来过了，那人盗取了2幅画。凤银剑继续疯狂的点头。凤银剑，娘亲就是被困在那幅画像之中，对不对？凤银剑应声，他轻闭上眼，使用出了金凤图腾，开始起了占卜功能。画面上一个戴着金色面具身穿白衣的男子，竟是随手将墙面上的2道画像取走。想要找到这2幅画像吗？来找我呀！好，你给我等着。紫金谷敢带走我娘亲，很好。去哪？你怎么在这里？心有灵犀，你想做什么我还不知道。龙大，我要去紫金谷。好，走。小叶小莫呢？方才我已经安置妥当了，他们有断剑帝师在，他们不会有事的。你竟然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你早知道我要走？当然，若不然怎么配得上做你的夫君？龙思觉，你敢打我，活得不耐烦了。你不听话，我对你说过很多次，任何事情不许瞒我，不听话就该揍。你够胆肥了呀！当然，你也可以来折磨我，若不然晚上来。滚蛋！小清晨，你不是要去紫金谷吗？走吧。龙大，我娘被紫金谷的人带走了。什么人胆子这么大，敢带走我丈母娘？不清楚，所以我得去会会他。放心，不会有事的。快，我们赶紧前往紫金谷。龙大，你知道紫金谷吗？知道，不过一个小小的紫金谷敢抓了我丈母娘，还惹得我媳妇儿不快，我不会放过她的。那走吧，不耽误时间了。龙思觉闻声，朝着半空吹了一声口哨，瞬间从远处2只硕大的飞天兽飞身而来。又换飞天兽了？没办法，人格魅力，每到一个地方，总有无数的兽类心甘情愿臣服。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变态啊？
也许这跟龙思觉体内的血脉有关吧。不知不觉间，已经是抵达了一处山林。山林之外，飞天兽停落下来。好了，既然已经到了，你先离开吧。飞天兽应声，朝着长空发出一声怒笑，随后他朝着远方飞走。山林之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丈母娘怎么会被人带走？之前灵玉女皇说，我娘被她囚禁在灵殿。昨晚上我前去探寻，按照凤银剑的指示，进入了一个房间。凤银剑显示出我娘亲应当是被囚禁在画像之中，但是那困着我娘亲的画像被人带走了，而且就是在我到达的前脚，来人将我娘带走。他留下来的余下2幅画像墨迹尚未干涸，我担心他会对我娘不利。龙大，我不是故意要瞒你，实在是事出突然。你所说的是2幅画？不错，跟我娘一起的还有另外1幅画像被带走，另外1幅画我猜是之前的2圣女。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亲我一口，我告诉你。须臾，他踮起脚尖，在龙思觉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口，在龙思觉脸颊上轻轻地亲了一口。不够，我不想知道了。地上的树叶被狂风卷起，从半空之中飘落而下，无数的落叶似蝴蝶一般在他们周身翩翩起舞，只等着一吻结束，周遭结界才散开。可惜了，这是在深山老林，不然怎么样？不然，龙思觉一步一步地上前来，再度逼近了岳清晨。这里是深山老林，你若敢胡来，小心。你的意思是离开了深山老林再进行？那好，等我们离开了深山老林，如你所愿。如我所愿？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油腔滑调了？岳清晨仔细地打量了一番龙思觉，甚至有点担心他是不是被奇怪的东西夺舍了，但是很显然没有。行了，别卖关子了，你都知道些什么？那2圣女从前便是来自紫金谷。这么说，那个带走我娘的人跟2圣女有关系，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咱们慢悠悠的去。紫金谷应当不会对丈母娘做什么事儿。你看这深山老林别有一番滋味，咱们还从来没好好的过2人世界呢。这次趁着2个孩子不在，好好享受一下。享受2人世界？在这深山老林过个鬼的2人世界啊！2人继续往前行走，他腹部突然发出了阵阵如惊雷一样的声响。饿了？有点儿。想吃什么？岳清晨的指尖一动，想从金凤空间内取出一些干粮。跟我出来就别吃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填不饱肚子。我习惯了。不行，我们现在是在过2人世界。龙思觉骤然一个响指，顿时四方的山林响起了一道道凶兽的嘶鸣声。原来那些凶兽全都被龙思觉给吓跑了。远处有2只凶兽瞬间出没，在那2只凶兽的口中还叼着2只刚被咬死的兔子。等靠近了龙思觉与岳清晨之后，就乖乖地将那2只被咬死的兔子丢到了岳清晨跟龙思觉跟前。那虔诚的模样，一眼看上去就跟在进贡一般。这个男人真的好恐怖，惹不得惹不得。在神龙血脉觉醒之后，龙思觉的确变得似乎有些不一样了，他的气场明显的变得更加强大了。眼下强大恐怖如斯的男人开始烤起了兔子来。那珍贵的元素之火，眼下竟然被这个男人用来烤兔子，简直是暴殄天物。尝尝，肯定比你空间内的灵泉和果子好吃。真不错，你怎么不吃？好，既然你邀请了我，我也来吃。龙思觉这次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会聊了？看来画本承不起我。画本上说，追女人一定要足够主动，追女人一定要足够的死皮赖脸。从前是我不够死皮赖脸，所以从这一刻起，我决定我要焕然一新。从今之后，我便是一个全新的龙大了。味道如何？好吃。你若喜欢，以后天天做给你吃。不用。清晨不喜欢我烤的兔子，莫非那画本上是骗人的？画本上明明说了，会下厨的男人最有魅力，女人都喜欢心爱的男人给自己下厨。清晨不喜欢我下厨，肯定是那画本上胡编乱造的。用元素之火下厨，多浪费力量，我舍不得。那你喜欢我做的兔子肉吗？好吃是好吃，不过龙大，你的元素之力不该是留着做这些的。没事，只要你喜欢，我天天给你做。龙思觉，你不用特意做这些，我说了，你是我认定的男人，此生都不会变的。你做这些事情，我会心疼的。第一次听到岳清晨这类似表白的话，龙思觉显得心情甚是舒畅。等有机会，我还要多看看这画本子。走了，时辰不早了，咱们继续出发。午时抵达了紫金谷的地盘，在他们跟前出现了一个硕大的屏障。清晨，退后。龙大，你受伤了，我来。那点小伤对我而言算什么？在受伤的半刻钟后就已经痊愈了。所以说，这家伙之前非要我治病给药，都是故意的。
脑海之中已经想到了100种好好跟他算账的方法了。一道巨大的力量如同惊雷闪电一样轰然砸下。龙思觉，低调。低调不了，这道阵法一旦被人触及，紫金谷内所有的人势必会受到驯化，而且动静会很大。既然如此，不如来个大的，谁让这群不长眼的家伙敢带走我丈母娘？他一脚又一脚的毫不留情的踹了上去，直将那阵法四处踹得千疮百孔，一黑一白2道身影自半空落下。你们2人胆敢来此阻挠谷主姥姥苏醒，该死！臭丫头，就用你的命祭祀谷主姥姥吧！他的拳头轰然与法师撞上。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来紫金谷撒野！诸位，这2人定然是前来阻止我救谷主姥姥的。若非是他们，我早就已经召唤了谷主姥姥的魂魄。诸位快上，杀了他们！他们心照不宣，双手各自在身前结下印记。是紫金谷的绝招紫藤幻影。紫藤幻影，此乃谷主姥姥当年的绝活。曾经谷主姥姥便是以这一手绝活开辟了紫金谷，并且带着一些难民在这里安居乐业。没想到这紫金谷内竟然人手都会紫金绝活。诸位，抓了他们！我又想到了一个法子，只要用这2人的身体来给祭祀谷主姥姥，姥姥的魂魄便会召唤回来，就一定会苏醒。你说的对，的确需要有人来祭祀，不过用来祭祀的不是我们，而是你。周遭的百姓们这一刻已经是再度要使出紫藤幻影了，几乎都下意识地认定了这2个不知从何处出来的男女是特地来捣乱的，他们是要故意打扰谷主姥姥的苏醒。你们是无极宫来的，对不对？不是。休要狡辩！这么多年来，只有无极宫的人会来此。我们是来找人的。找人？胡说！好一个紫藤幻影啊！只可惜就这么浪费了你们的攻击力，实在是可惜。原本我还想着给你们看一下谷主姥姥的病，可现在看来你们不需要了。你说什么？我可以替你们治疗好谷主姥姥。胡说八道！你只是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你们的谷主昏睡多年，昏睡之余甚至全身开始溃烂，从头发到指甲再到牙齿。不过既然你们不想治你们的谷主，那就无所谓了。谷主的症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女子竟然知道。姑娘，你当真能救姥姥？你若能救姥姥，我们紫金谷的所有人都很感激你。好，我要你们一个条件。您说。我需要你们交出一个人。若你当真能救下谷主姥姥，莫说是一个人，便是其余条件我都可以考虑答应你。但是你若再诓我，姑娘，今日你休想走出去。好。刚子，你确定你要让这臭丫头给谷主姥姥看病？这臭丫头她留不得啊！我治病的时候最讨厌旁边聒噪的东西。姑娘怎么样？她没病，只是中了蛊虫罢了。胡说八道！我家媳妇儿在治病救人，如此高光时刻，怎能被宵小之人打断？你说蛊虫？不错，很凶悍的蛊虫，以吞噬人体的血肉存活。你们谷主遭了大罪了。有法子弄出来吗？听闻蛊虫可以直接将它逼出来。那虫子已经存活太久，深入了他的皮肉，若是想逼迫虫子出来，不行。岳清晨小手一晃，手中突然多出2条透亮的虫子。这是以毒攻毒，大虫吃小虫。臭丫头，你不可胡来！刚子，丫头一定在胡说八道，不能让她害了谷主姥姥啊！你们想好了，愿不愿意尝试？若不愿意，那便算了。曾经有一个人断言，会有一个女子身披金色光芒，拯救我们紫金谷于危难，莫非是她？好，你试试。姑娘，嘘，别打扰他们，他们在打架。孟刚确信这是他头一次看到这种解决蛊虫的方法。随后谷主突然猛地颤动起身子。谷主啊！一道道的金凤之力覆盖在谷主身上，经年昏睡着的谷主大人竟是转过身来吐了出来。谷主姥姥，让他先静养，他没事了。蛊虫在他体内多年，他身体很虚弱。多谢姑娘，多谢姑娘。到底是谁竟给谷主下了如此狠毒的蛊虫？真狠啊！龙大，让他说话。法师大人，这自导自演有趣吗？你说什么？我若没猜错，当初将蛊虫丢进谷主身体里的人就是你吧？你的身上有跟那腐尸虫一样的气味，这腐尸虫一旦触碰过，将会终身沾染它的气息，你不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是你，老子弄死你！我不是故意的，是有人命令我这么做。我不小心踏入这里的时候，有人要挟我，给了我腐尸蛊，让我种到谷主身体里。我若不照做，他就杀了我。果然如我猜测，那为何选择今日装模作样的招魂？是那个人昨天晚上突然找到我，让我想法子治好谷主姥姥，说要是治不好，那就杀了我。我只能按照法师的方法，将那虫子想法子从谷主姥姥体内除去。暂时没想到虫子待得太久，根深蒂固了，我的法子失效了。竟然真的是你！事情这么凑巧吗？就在今日安排了这一场闹剧。
那个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他戴着面具，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姑娘，求你放了我，不是要陷害谷主姥姥的，我事出有因。这人你们自己解决。还记得你答应我的条件吗？姑娘，你说，你要找什么人？紫金谷的人可都已在此。姑娘，你等着，我马上号召紫金宫内所有的人全都来此。不一会儿，所有人都到达了。姑娘，你看，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你要找的人是谁？不在，那人不在这里。你确定所有的人都已到此？姑娘，我以我的性命起誓，我所知道的紫金谷的人全都在这里了。我孟刚绝对不会窝藏任何一个人。那个人一定在这紫金谷内，定是躲藏起来了。谷主姥姥醒了，谷主姥姥。刚子，你怎么变得这么丑，这么黑了？你再怎么样，怎么娶媳妇儿啊？姥姥，您醒了真的是太好了。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媳妇儿了。什么？你媳妇儿都娶了？你个不孝的东西，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偷娶了媳妇儿。谷主姥姥还已经昏睡了好多年了。月姑娘，您快再来帮谷主姥姥看看可好？是你，丫头，你认识我？死丫头，你跟我玩什么把戏？你与阿昭情同姐妹，都喊我一声干娘，怎么你不认识我了？不对，阿昭早就不在了。你不是那个丫头，你到底是谁？阿昭，你说的可是二圣女？哼，你还跟我装傻？你定与那寻千仇之流！龙大住手！清晨，他没有伤害你。手中的凤银剑释放出了耀眼的金光。天哪，你是那丫头的女儿，你跟她长得一样，你还继承了她的金凤传承。是的，我是李新妹的女儿。不可思议啊！谷主，你才刚苏醒，还很虚弱，不能这么激动。不行，刚子，你长得丑也就罢了，还变得越来越蠢了，还不带我回房间？我要跟这个小丫头好好聊聊。还有你们，谁让你们要对小丫头动手了？你们这群蠢东西！这是我的贵客人，冲突了我们紫金谷的贵客，我为你们试问，难道不是谷主姥姥你率先动手的吗？房间之内，小丫头几岁了？20了。20了，那丫头不是都失踪40年了吗？岳清晨将娘亲被女皇追杀，灵魂离体，重新活了一世的事情告知了谷主。哼，女皇如此狠毒，丫头，你不可随意再出现在外头，说是被女皇与她师父发现了你的存在，后果不堪设想。不用担心他们早就凉了。丫头，你爹是何人？我也不知道。算了，不知道也无所谓。丫头，你来我这紫金谷是做什么的？难不成是来看望我这个糟老婆子？我来找一个人，不过现在知道了姥姥你的存在，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来找何人呢？是不是我们谷里的小伙子们？哪个入了你的眼睛？不是我夸，我们谷里好些个俊俏小伙儿啊！谷主姥姥又老不正经了。谷主姥姥，刚子，你滚蛋！你现在怎么臭不拉几的，还娶了媳妇？我可没说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是，丫头，你20了，有对象了没？要不要谷主姥姥我给你物色个对象啊？不劳谷主姥姥操心，她有对象了。小丫头，她谁呀？谷主姥姥，她就是我的对象。哦，是吗？有点太白了，不够凶悍的样子。这身高嘛，也还算不错，长相嘛，太好看了，容易招桃花。嘿呀，不过这腰不错啊。一旁的孟刚此刻已经完全风中凌乱了。小子，你长得这么白，你能照顾好这小丫头吗？她很厉害。哦，是吗？小子，你看招。若是你能在3招之内打败我，我便认了你，要不然我可要给这小丫头物色其余的对象了。倏然有一道道的巨大藤蔓从四面八方蔓延过来，要抽击龙思觉。这谷主姥姥原来竟已即将达到尊者。谷主姥姥，你会知道这世间除了我，无人能与清晨相配。自他的周身萦绕起了一条硕大的金龙。金龙出现的刹那，神域来的。小丫头，你竟然找了神域的对象。谷主姥姥，你还要给他再介绍别的人吗？想给清晨介绍对象，除非我先死了。生气了？放心，我不会找别的男人。你若是真的死了，那只有一种情况，我们一起死。胡说八道，你才不会死！不许说这个字，有我在，不允许你死。谷主姥姥，您看到了，他是可以保护我的，他很厉害，特别厉害。都是命啊，都是命。姥姥，怎么了？这小子来自神域，你可知道跨域通婚会有什么后果？我不怕。
你可知道，曾经也有人在我面前说过这种话，可是最后呢，他们还是被迫分开了。谁？你娘。我娘跟谁在一起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男人最后怕了，他抛弃了你娘。小丫头，你要知道，这世间最不值钱的就是承诺，最不可赌的就是人心。你娘跟你一样，曾经说过不怕，可是到最后那个男人却退却了，所以40年前他心灰意冷之下才会被女皇所伤，魂魄离体。不然你以为凭借你娘的血脉，怎么可能斗不过灵域女皇？小丫头，这世间最苦的就是情了。那个男人40年前逃离了，他再也没有出现过了，甚至于连我自己也是吃了情爱的苦啊。他不会负我的，他若敢负我，我便阉了他。我并非他们，这世间只有一个我。我不信你，我不能让这小丫头再步他娘的后尘。小丫头，你会知道我是为你好。龙思觉他准备回击，他不愿意看到两败俱伤，手中的弑月鞭猛然挥舞起来。这鞭子你从何而来？我父亲的鞭子。你父亲？这怎么可能呢？谷主姥姥，我敬你与我娘亲关系不错，所以对你以礼相待，可你再三挑战我的底线。龙思觉他是我的男人，你若敢伤他分毫，我不介意与你为敌。原来是我看错了他，你原来就是大丫头与他的女儿。你说谁？你父亲。你认识我父亲？谷主姥姥从岳清晨脸上看到了震惊，看出了岳清晨不认识他的父亲。他就是我方才同你说的那个人。我记得谢天说过，我的父亲与昆仑界有关，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他的具体身份，我只知道他的来头很大，他至少是来自神域之人，甚至可能来自9界。40年前，那个男人来到灵域，对你娘一见钟情，从此穷追猛打。你娘是我的干女儿，我当然不愿意他们在一起。可是有一天，你娘握着那个男人的手来告诉我，他们要在一起，他们不怕跨越天道惩罚。我信了，却没想到没过1个月，那个男人失踪了。他不可能抛弃我娘。我一直以为他抛弃了你娘，直到我看到你，我误解他了。若是他害怕天道惩罚的话，他怎么可能去找大丫头的第2世，甚至还与他生下了一个女儿呢？谢天说了，我的父亲没有抛弃我娘，他只是出事了。我的爹娘不可能是不忠不义之辈。小子，警告你，虽然你腰不错，但是你要是敢欺负了小丫头，老婆子我跟你拼命。小丫头，这些药你都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些药材，谷主姥姥如若喜欢，我还有很多。前些时日，我得到了一株万年血枝，它可以滋养药材。累死大爷我了，累死大爷我了！岳清晨，你这是在压榨老子，你不可以这么压榨我！哎，怎么一回事？老子这都几万年没晋级了，怎么等级还突然升级了呢？小雪，你在给我升级药物的同时，你自己的力量也一点点的得到了升级，所以你的品阶又进了。竟然这么神奇！你还有其余的药材吗？你之前给我的药材我全都升级完毕了，快点给我药材！不嫌累了吗？哈，当然不了，我才不累！快丢很多药材给我吧，不要因为我是一颗胶质而怜惜我。来吧。好，你说的。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站住！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交出我娘的东西。想要啊，那自己来取啊。男子的手中忽然多出了一颗水晶球。交出我娘！这水晶球本就是为了对抗金凤之力，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伴随着一道十分剧烈的漩涡，将岳清晨整个人完全往里头卷了进去。这里是哪里？好冷！出来！你到底要干什么？这里无法使用玄力，你的男人又被我提前给调走了，你不一定打得过我。纵然这里无法使出玄力，但我依然可以杀了你。硕大的特殊材料的牢笼将岳清晨完全束缚起来。是你
12号。当初在23世纪华夏的时候，岳清晨是玄门的门主，而那被称作12号的男子，则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他在岳清晨的手下足足10余载，却是在当初岳清晨要执行任务的关键时刻对他出手，妄图夺走他的金凤血脉。最终，岳清晨被金凤血脉重新带回了南离国的身体里。原来你还记得，辗转这么多年，终于还是落在我的手上。我不会要你的命的，我只要你的金凤血脉。不管是23世纪的华夏，还是现在，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你的命。等我拿到了金凤血脉，会让你做我的女人。这世间女人千万，却大多都是胭脂俗粉，配得上我的只有你。你知道为什么我还记得你吗？因为你是我在23世纪的时候遇到过的最恶心的人。别挣扎了，这是我改良过，你奈何不了。连狗都不如的东西，你也配有金凤血脉？言毕，岳清晨再度一拳拳地砸上四方的铁网，毫不留情地砍上了牢笼的一个角落。那巨大的天罗地网竟是从4个角落开始分崩离析。别忘了，在23世纪的时候，你不过只是我手下的一个走狗。今日老娘让你知道，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败在我的手中的。当初在23世纪，他接到了一个神秘任务，任务刚刚完成，12号却突然反水，趁岳清晨不备，使计将他放倒，欲夺取他的金凤血脉。因为这件事情，岳清晨几乎再也不相信自己身边的任何人。在岳清晨魂魄归位，回到自己身体里之后，龙思觉那时对他穷追猛打，也是因为当初的阴影，岳清晨始终不肯接受龙思觉的心意。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随着我从23世纪来到这里，还妄图取走我的金凤传承。一拳轰然砸在男子的面具下，12号还想要挡住自己的脸，却根本架不住岳清晨的力道。嘉义，竟然是你！你还记得我？化成灰，我也记得你。我娘呢？金凤血脉给我，便把你娘的画像还给你。交出我娘，若不然我杀了你。你若想你娘一辈子被困住，那就尽情的来吧。我不可能让岳清晨发现那里，绝对不能。他突然转身，朝着那个方向奔跑过去。嘉义，你要金凤传承是为了他，对不对？岳清晨，你别动他，你不许动他。我赌对了，交出我娘的画像，否则我现在弄死他。你若敢动他，我就与你拼命。好啊，那不如就来试试。你该知道的，我什么都做得出来。好，我答应。最终将画像丢给了岳清晨。你没事就好。嘉业，你当初背叛我，妄图抢走金凤血脉，如今又带走我娘，是时候好好算算这笔账了。这么多年的游戏到此结束了。嘉业抓着剑身，是我失策了，是我低估了你的实力。你做的一切该死。当初他为了夺取金凤血脉是费尽了心思，与岳清晨的一缕魂魄同去了23世纪，最后又再归来。他是你什么人？他呀，他是我师父，全世界最好的师父。只要你将血脉给我，我能走上更高的巅峰。即使你没了金凤血脉，成了一个废物，我也会娶你，给你最好的补偿。岳清晨如同听到天下最好笑的事情一般。原本我还念着你与圣母跟二圣女的关系，考虑放你一马，可你现在这话真让我觉得恶心。我可以立下血誓，此生对你不离不弃，协助你一起统治灵域，如何？岳清晨只感觉反胃，差点吐出来。他从前以为家业跟家莲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一个血脉，一个是光明，一个是黑暗。可现在他才发现，人面兽心远比真正的野兽来得更让人恶心，让人毛骨悚然。清晨有我就够了，就不劳烦你大驾了。老司爵，你怎么会知道这里？谁弄的？不小心。看着岳清晨手臂上的伤口，是外头那个跟笼子一样的东西。龙大，你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这都知道。是你伤了清晨，还对清晨不离不弃，还要与清晨一起统治灵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就你也配？你要杀了我吗？你以为岳清晨与你最熟吗？你错了，陪伴岳清晨最久的人是我，冷思觉，我陪伴了他10几年，而你不过与他在一起几个月，你说我配吗？不配的人是你，你根本不该跟他在一起。
你终归不是他的良人。谷主姥姥那日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你是神域的人啊，不过你的血脉应当是来自神域的孽种吧？凭你也能给岳清晨幸福？岳清晨与我在一起控制6域，你知道的，只有我们彼此才了解对方的世界。等你的金凤血脉救下了我师父，从此我们便……下一刻，龙四觉一只手生生向前捏碎了迦叶的喉咙，迦叶的话语戛然而止。真的我热死了！你们一出去的！自不量力的蠢东西！岳清晨，你不该跟我解释什么吗？行了，你要知道什么？他说他是你的老相好。原本龙思觉倒真会看在这紫金谷以及圣皇的面子上留迦叶一命，可是迦叶说他与岳清晨相识10年，他们彼此最了解对方的世界，这龙思觉就彻底不能忍了。迦叶的哪句话说我是他的老相好了？不是，他说你们相识10年，他背叛过我，想夺走我的血脉。那你们2人彼此了解对方的世界又是何意？龙大，我曾经真的死过一次，你信吗？他知道岳清晨指的是什么。那一日他被剖腹取子落下山崖之后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活了下来。我当时死过一次后去了一个奇怪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迦叶也在，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为了夺走我的血脉，他竟然也跟过去了。龙思觉握紧了拳头。行了，别气了，我跟迦叶不熟，他是我的仇人，一直想夺走我的血脉的仇人吧，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不是气这个，我是气为什么当初跟你去奇怪的世界的人不是我，以后不管你去哪个世界，我一定都跟过去，一定都会找到你，你之所在便是无心所向。龙大，小嘴越来越甜了，你的脸摸起来蛮舒服的。好巧，我也喜欢摸你的脸。清晨，该出去了。等等，这是二圣女，是我娘的旧友，我们带她离开这里。二圣女乃是魂游了，所以一直陷入昏迷之中。清晨，给我讲讲你在那个世界的事情吧。我错过了你的过往一切，但是我想听听，虽然参与不了，却想了解。那个世界呀，跟这里不一样，那里出行是车子跟飞机，作战的兵器是坦克跟大炮。哦，那是什么？就是一个巨大的有4个轮子的车子和一个在天空翱翔的跟鸟一样的东西。肯定不如我的飞天兽。坦克跟大炮实力跟本尊比起来如何啊？你在那个世界还有别的吗？有跟一些很厉害的男人打交道吗？有跟用坦克跟大炮的人交过这些朋友吗？没有，我在那个世界只有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当日在12号夺取我的血脉的时候，小云云曾经赶过来支援，却也被12号的提前部署所困。最后我跟小云云似乎都经历了那一场巨大的爆炸。放心，没事。出口不见了。甚好，咱们继续2人世界。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开玩笑？别急，急也没用。我之前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里的异常，迦叶那小子是有2下子。要不然咱们比一比，看看谁先找到出去的法子。好，比试的筹码呢？筹码就是，若是你输了，以后不允许再打我臀部。好，若你输了，出去之后，我们给小叶和小莫生妹妹。在他们2人的眼前，竟同时出现一个巨大的破洞，竟然同时打开了。那这次算谁胜了谁输了？下次再比。小丫头，快走！黑色藤蔓被岳清晨跟龙思觉砸得瞬间断裂，谷主姥姥在半空奋力地回旋了一个圈，踉跄地跌落于地面。滚！你们2个赶紧滚！你们并非紫金谷里的人，紫金谷不欢迎你们。谷主姥姥，我就不走。明师妹，没想到你紫金谷内还有这样的2人。明师妹，你是知道我如今修炼的是什么秘术，所以特地在我来之前给我准备了这么一份大礼吗？混小子，你不得插手！这会儿若是龙思觉再召唤出那金龙，定然也会被文人坤、鬼影宫乃至整个灵域再到神域得知真相，届时后果不堪设想。记住，以后不可在外人眼前随意出手，否则你会给你自己跟小丫头带来很大的麻烦。别再负隅顽抗，今日只有2个结果，要么交出我要的东西，要么你打败我。你该知道的，你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文人坤，大话未免说得太早了，若是紫藤幻影能打败得了你呢？就凭你，明夜，你不会是我的对手的。我问你，若是你真的败了呢？哼，若真如此，从此不再踏入你紫金谷一步。当然，我不会输，你之前就应该知道我的实力了。好，你说的，那我再加一道筹码，若是紫藤幻影
败给了你，我便将千藤种子给你。若是赢了，文仁坤，我要你自废你的邪功，你敢吗？有何不敢？好，文仁坤，那我们便立下天地赌注，接受天地规则的制约。天地规则生效，若是违背者，将会接受天道责罚。小丫头，有没有兴趣学点新的本事？谷主姥姥沉声开始讲述起千藤术的要点。岳清晨认真地听着他的话，整个人神色放空，似乎早已经沉浸其中了。明夜，没想到你这昏睡的多年，脑子也坏掉了。你真的以为就靠着这样一个小丫头就能打败过我？让一个从未接触过千藤术的人来跟我比，这明夜实在是个傻叉。滚蛋！别打扰我媳妇学习。好，我等着。就1天的时间，你能学个什么花来？小丫头，你都明白了。尚可。你可真是一个奇迹啊！月姑娘，你一定要尽力。姥姥她是千藤种子被逼出，等同于谷主姥姥将毕生的修为都交给了岳清晨。孟刚，你这个丑小子，胡说八道些什么？别打扰我跟小丫头培养感情。多谢月姑娘，多谢月姑娘。我不会输的。好，那我就会你。无数道气流往前攻击之时，幻化做了一片片的黑色藤蔓。小丫头，不要怕，按照我方才说的对抗上去。龙思觉则是手中金光溢出，一旦岳清晨置身危险，准备随时前去，他才管不了什么比试规则。一道道红色藤蔓竟是自周身闪烁而出，他就已将文仁坤的攻击全部覆盖。那红色的蔓枝，那是什么？岳清晨这是要将妖仙之力跟千藤种子融合在一起，看来这场比试无需忌惮。这是什么？1天的时间又如何？我照样能弄死你。眼看着文仁坤准备将力量收回，你想攻击就攻击，想收回就收回。你觉得天底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糟了，竟生生的将所有黑色藤蔓全数击碎。好霸道的力量！到底用的什么招数？阁下不是修炼千藤术多年，难道还认不出我的招数吗？明夜，你果然找了个厉害的人啊！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会输给你，绝对不会。小丫头，别客气，尽管上。姥姥，他说他是你的师兄。哼，我才没有这样的亲戚，这种乱攀亲戚的人最讨厌了。帮我好好教训他。那就好。文仁坤不得不使出终极手段了。千藤术第9层。文仁坤，你竟然修炼到了第9层！明夜原本还想留你整个紫金谷一命，只要夺走千藤种子便可。可是你逼我的。千藤术第9层，这是目前千藤之术所存在的招数之中最顶级的。你打不过我的，这场战斗你们必输无疑。小丫头，快回来，我们不打了。师父用千藤术第9层大战2位尊者，将2位尊者困在其中，让那2位尊者再也没有出来的机会。糟了！龙思觉颀长的身影迅速迎去，却是这时，眼前如同铜墙铁壁的黑色藤蔓却是不住的剧烈晃动起来。龙思觉的脚步顿在了原地，耀眼的红光从每一个角落之中渗透入内，最后将整个藤蔓墙全部都覆盖住。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不可能！你使了什么妖术？说好的公平决斗，只用千藤术，竟敢违背比试规则，就不怕遭受天地规则的惩罚吗？既然你违背规则，也休怪我不客气了。大叔，你连千藤术第10层都不认识了吗？我的第10层与你的第9层相比，如何？千藤术第10层？千藤术哪里来的第10层？臭丫头，你胡说八道！黑色的墙面彻底被震碎。千藤术没有第10层的，这不可能的。最厉害的不过只是第9层而已，将师父留下来的千藤秘籍学了个通透，最多只是第9层。大叔，我早说了，没有文化不要出来丢人现眼。没文化不可怕，可怕的是还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这不可能！杀了他们，抓了紫金谷所有的人，一个不留！打惹本尊看好戏，该死！火影宫人甚至都还来不及看到对方是怎么出招的，倒落在地上，被困住的文仁坤无法动弹。该结束了，我赢了，你要的那个千藤种子注定不属于你了。你作弊！你作弊！你不服输是吗？你若不放过我，后果很严重。丫头，打死他，打死这个畜生！对，打死他！这个畜生将姥姥害成这样，实在是该死。月姑娘，当初这个畜生在谷主姥姥怀孕7个月时，生生的杀死了她腹中的孩儿。姑娘，不要放过他！这世间所有残害婴孩的，都是畜生不如的东西，都该死！你不是想用这千藤术杀人吗？
那好，我便让你自己尝尝千藤树的滋味。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千藤种子告诉我，千藤树的存在是为了匡扶正义，除奸成恶。你敢？我乃鬼影宫的宫师，你敢？明月，师父说过，师门之中不得互相残杀。你若不阻止这臭丫头杀我，你便是违背师命。若是她杀了我，她拥有的千藤种子会将她也毁灭。小丫头，留她一命。本尊早看你不爽很久了，既然用千藤树的人无法杀你，那就由本尊来。你想做什么？原本本尊还在跟京城过二人世界，可你偏带一群人来这里打扰我们，该死！文仁坤的身体猛烈的一阵抽搐，下一刻就生生的咽了气。本来好好的，我跟清晨在那个空间内过着二人世界，结果被这里的血腥味给打扰了。而这文仁坤非但打扰我们的二人世界也就罢了，胆敢对岳清晨3分2次口出恶言，此人必死。文仁坤落到这般下场，是你活该，是你咎由自取啊！一口鲜血自喉咙之中溢出，吐了出来。姥姥，你没事吧？谷主姥姥，您怎么样了？哭什么丧呢？我还没死呢。谷主姥姥，你修为全无了？我那点修为算不得什么。月姑娘，谷主姥姥的所有的修为都在千藤种子里，她将千藤种子给了你，便等同于她将她的玄脉都给了你。姥姥，你等着，我将千藤种子还给你。不用了，小丫头，我既然决定将千藤种子给你，便没有要回来的打算。这千藤种子与你融合得很好，反正我也活不久了，这千藤种子我也没什么用了。胡说八道，谷主姥姥，你还能再活1000年，你还年轻呢。我不年轻了，我的身体都亏空了。小丫头，我之前一直提着一口气不肯死，是因为我的大仇未报，我也舍不得紫金谷的百姓，他们都是被我连累了的，所以我不能死。谷主姥姥见岳清晨还在拼命地拔着千藤种子，继续打断着他。别白费力气了，丫头，你等着我，我会还给你的。出来！无论岳清晨使出何种力量，千藤种子都无法离开身体。小子，去阻止他！龙大，龙思觉揉着他的脑袋。谷主姥姥有话对你说。我活得够久了，也活累了，不想活了。小清晨啊，谢谢你，谢谢你替我报了仇，打败了文仁坤。你可知道，文仁坤是我这辈子的噩梦，他杀了我师父，夺走了千藤秘金，又诓骗我，杀了我腹中的孩子，想夺走千藤种子。如今呢，文仁坤被打败了，千藤种子再也不会被他夺走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了。我终于有颜面去九泉之下见我的师父了，还有我的孩子，他一定很可爱，我要去找他了。岳清晨，等我不在了，这整个紫金谷的百姓们便交由你守护，你答应我好不好？好。还不拜见新的谷主？赶紧跪下，拜见岳谷主。都起来吧。岳谷主真好听，小丫头，以后你就是紫金谷的谷主，答应我好好照顾他们，可好？若是可以，将他们带出这紫金谷，他们被困在这里太久了。我答应你。大圣女跟那个男人的女儿真不错。好了，我终于可以放心的走了。记好了，等我死了，谁都不许哭，要是哭了，我会在下面不开心的。以后你们一个个的天天要给我笑，只有你们笑得越开心，我也才越开心。谷主姥姥，你看我在笑呢。刚子，你笑得太丑了，重新笑一个。孟刚没有理会，继续笑着。但是笑着笑着，脸上的弧度已经僵了，因为躺在他怀中的谷主姥姥已经闭上了眼。姥姥，只看到谷主姥姥的身体一点点的变得透明。姥姥，谷主姥姥，
他是去找他的师傅与孩子了。谷主姥姥，您放心，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谷内众人，带着他们离开这里。您一路走好。姥姥她已经不在了，诸位节哀。岳谷主，您来这谷里找的人可曾找到？二狗子是你们何人？二狗子呀，是二圣女从前的弟子，经常来我们紫金谷游玩。他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二狗子是姥姥给他取的绰号。不过那二狗子有些奇怪，姥姥不在的时候他总是鬼鬼祟祟的。岳姑娘，您是要寻他，可找到了？找到了。那他人呢？我杀了他。什么？岳谷主，您的决定自然是有您的道理的。此子倒是个可塑之才。谷主姥姥让我带你们离开这里，是要去往何处？岳谷主可还记得方才的文仁坤？文仁坤当年是谷主姥姥的师兄，他们同出一门。但是文仁坤攀附了鬼影宫，鬼影宫如今所在的地方，便是当年我们紫金谷当初所在的青鸾峰。文仁坤告知鬼影宫的人，青鸾峰上有宝，风水极佳，便伙同鬼影宫的人将我们都赶了出来。无奈我们只能避世，迁居至此处。为了躲避鬼影宫以及文仁坤的追杀，我们藏匿在山林之间，以凶兽遮掩。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重新夺回自己的地盘。岳姑娘，可以吗？鬼影宫那是13宫之一，只位列于天地玄黄之下，排行第5，实力不容小觑。有何不可？他们既然敢欺凌到我们紫金谷头上，便要为此付出代价。诸位，等我数日，几日之后，我便将你们堂堂正正的带回到你们原来的地盘。美人娘亲，怎么了？这么郑重，竟然吐出来了一个女人！闭嘴！啊，水底爹爹现在情绪很不好，想躲远一点。娘亲，我来晚了。这画像束缚的是我岳母的魂魄，现在不着急，不能将她的魂魄放出来，要先找到她的身体，否则贸然将她魂魄释放出来，后果很严重。你怎么知道？这画像只能锁魂魄，是用了锁魂术，不信你看。只看到一道道的力量悬浮在画像周遭，从那画像之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要挣脱开来，而挣脱开来的不过只是一团光影。那我娘的身体何在？会找到的，一定会找到的。叶清晨踉跄的后退2步，神色失望。二圣女与娘亲是挚友，她一定知道。她口中含着冰魄珠，才能保证身体不化。我知道家业为什么要夺你血脉了，她是想利用你的金凤的力量，将她的魂魄重新归位。叶清晨摇摇头，若是只这么简单，那家业也罪不至死了。家业啊，野心大得很，他甚至想一统六域。龙大，你退后。掌心之中金光溢出，准备将画像之中的人解脱出来。束缚在画像周遭的力量被解开，一道光芒闪烁出来。二圣女的魂魄被从里头解开了。岳清晨又使用着金凤的力量，尝试着将二圣女的魂魄将她的身体合二为一，但是几经尝试之后还是失败了。直到最后，啪的一声轻响，二圣女的魂魄还是重新回到了画像之中。竟然失败了！你的血脉还未能完全觉醒，不急于这一时。之前龙思觉一直不知道岳清晨的金凤血脉有让魂魄归位的本事，如今伴随着岳清晨血脉觉醒，只怕眼红他血脉的人会越来越多。清晨，以后遇事不要随便出手，有我。龙大，我要去一趟明镜江。好，我随你去。嘿，小主人来了。我已经将你们都解救了出来，你们为何不去轮回？小主人，我们才不要轮回，我们要在这里看守着那个坏女皇。小主人，你来这里是看我们的吗？才不是，漂亮主人是来看我的。多谢。江面刹那之间被激起了万千波澜，手中已经多出了一个巨大的笼子。岳清晨，是你！如何？这几天过得可还好？岳清晨，你好狠，好狠！放出去！这才几天而已，就承受不住了。女皇陛下，你别忘了，我的母亲跟她的朋友们可是被你们在这里困了那么多年。你若是不放了我，我的师父，我的女儿会替我报仇的。你是说荀千愁跟夏子宁吗？他们死了？我不可能。我问你，我娘的身体如今在何处？你找到那贱人的魂魄了，她怎么可以踏入灵殿？我娘的身体到底在哪里？我不告诉你，岳清晨，你找到那贱人的魂魄又如何？可是说是寻不到她的身体，她永远都醒不过来。红色的烈火顺着她的力量，刹那之间附在笼子周遭，烈火灼烧着女皇的魂魄，痛得她撕心裂肺。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怎么可以啊？你若不告诉我实情，我现在便将你的魂魄打得灰飞烟灭。我说就是了，我也不知道你娘的身体到底在哪里。岳清晨手中的烈火更甚。
我没有说谎，当初先将你娘的灵魂用锁魂术困入了化圈之中，再准备将你娘的身体进献给我师父的。该知道我师父想要得到你娘的脸，所以我就将你娘送了过去。没想到半途你娘的身体被盗走了。我没有骗你，我说的都是真的。被谁盗走？我真的不知道，也许是神域来的人，也许是别的人，其余的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岳清晨将他再度丢到了明镜江内。说好的20年，你继续待着吧。娘亲被人带走了，会是何人？他企图以金凤的占卜力量来探查这一切，但是金凤之力仅限于这灵域上，除此之外再也看不见其他。娘亲，你总算出来了，我们好想你。娘亲，2个师姐还没出来，你怎么先出来了？笨蛋，娘亲那么厉害，藏书阁的东西岂能入得了她的眼？娘亲，是不是？月姑娘，尊上，还好你们在这儿，有人让我交个信件给您。怎么了，段爷爷？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啊？你们自己看吧。听闻神域贵客来我灵域，前日我正处于闭关之中，无法迎接贵客，恰逢宫内挖出了天灵泉，特邀贵客前来一观，望阁下于明日中午准时前来与我一叙。哇，爹爹，有人邀请你去泡天灵泉哎！天灵泉那可是好东西啊，若是泡进去，可净化玄力，对修炼者大有裨益。前些时月清晨才刚刚重组了血脉，又吸收了千藤种子，体内的力量需要得到巩固，若能泡一泡这天灵泉也是不错的。清晨想去吗？也行，去凑凑热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小叶，你看看底下的落款。鬼影宫花碧月。段爷爷，花碧月是谁啊？花碧月乃是鬼影宫的天才少女，当年与夏子宁齐名，只不过她此人尤为神秘，从不抛头露面。当年她宣称这世间无人可窥探她的真容，除非是她认定的夫君，只有她认定的夫君，她才会主动邀请。龙大，找你的。本尊没兴趣。这么多年不肯露面，肯定是个丑八怪啦。不过此次花碧月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闭关，连续突破到了圣者2重，的确是一件大事。又加上鬼影宫挖出了天灵泉，鬼影宫大喜，特邀了灵域各大家族以及其余有权势的人前去一同观赏。哦，既然这样，那就一起去吧。巧得很，我正在想法子前去鬼影宫，替紫金谷的人夺回属于我的地盘，这鬼影宫便就这么送上门来了。既然你想去，那就去吧。天灵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爹爹娘亲，我也要去。好，那就一起去。这鬼影宫只邀请了龙尊上啊。哇，这里的气息好舒服。美人娘亲，我喜欢这里。老子也喜欢，这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还有一堆药材。老子要将这里所有的药材全都升级，升级了药材后，我的品阶就可以继续晋级了。爹爹娘亲，我们也很喜欢这里。喜欢呀，好，马上娘跟你们夺过来。娘亲，你要干什么？你要夺人所好吗？错，是物归原主。哇，娘亲，你看哦，这个青鸾峰真的好厉害哦，鬼影宫也好棒。你看，我们才刚到这里，竟然就看到了有舞女在表演呢。不过，这个舞女跳的真的好辣眼睛哦。哎呀，算了，我们也要多多包容，毕竟这是鬼影宫的一片诚心哦。舞女。原本还在继续舞动着的花碧月，突然之间脚下一阵踉跄，差点摔倒于地。月姑娘与神域尊上的衣服像不像是一对的？对啊，他们穿的是情侣装哦。原来那就是岳清晨，夺得了圣女第1的岳清晨。这个岳清晨不是应该在藏书阁闭关学习的吗？怎会来此？花碧月抬眼，只看到那俊朗的如同天神的男子突然抓住了岳清晨的手，十指紧扣，似乎在宣示着什么。花碧月只感觉自己的眼睛被刺得生疼。哪里来的野小子，竟敢在我们鬼影宫内放肆！岳小叶身子灵巧地往后躲去，落在了岳清晨的身边。舞女姐姐，小公子，您搞错了，那不是舞女，那是鬼影宫的少公主，她正在给我们大伙跳舞助兴。姐姐，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鬼影宫的少公主，谁让你长得太舞女了，我才把你认错了。长得太舞女了？
你就是岳清晨。不错，好，来人，将岳清晨跟这2个小子拿下。谁敢？如今我已经是圣者2重境，实力卓绝，只要我能让这个男子青睐于我，定能顺利踏入神域。您定是那位神域的尊上。岳清晨带着2个孩子擅自闯入我鬼影宫，又在这里出言侮辱我，理应接受惩罚。哦，擅自闯入，出言侮辱，本尊怎么不知道？我并未邀请他们，他们却出现在鬼影宫内，自然是擅自闯入。再者，这个小孩子被岳清晨授意，当众喊我舞女，实在是出言羞辱我。看来鬼影宫不欢迎本尊，那咱们走吧。尊上，说是他这么走了，我的计划就全落空了。他们是本尊带来的，你若是觉得他们不该出现在此，那本尊便不在此逗留了。尊上留步，是我误会了。既然他们是你带来的，那便都留下来吧。不过他们出言羞辱我这件事，我一定要讨个说法。羞辱？本尊倒是觉得他把你当作是舞女，那都是抬举你。就你那粗鄙的舞姿，只配在此丢人现眼。前去应征当舞女，只怕那家武馆就得倒闭了。就是，大家觉得本尊说的对吗？众人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不知该如何回应。对，你说的对，我就说花别人的舞看着十分的优秀，你们还不信？看吧，就连神域的尊上都这么说了。也是，我的舞姿怎能与神域的人相比？尊上见多识广，我的舞姿定然是入不了尊上的眼。他日还请尊上您多多指导。指导就不用了，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让本尊来指导。李月，先回来吧。天灵泉位居着青鸾峰的至高处。美人娘亲，这里有好多药材哦，宝宝饿了，宝宝可以偷溜出去吃点东西吗？不可以，这里人多，万一闹出事怎么办？好多药材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滋养药材了。小雪，要不咱们偷偷出去？不行，我不能随便出去。小雪，我现在好饿，就是没有别的东西吃啊，吃了你。也好，反正这整座山都是我们的了，有何可惧？之前岳清晨他们可都说了，要让这青鸾峰物归原主，所以这是自家的地盘，应该也没什么好惧怕的吧。置身于大片的药材之中，青龙宝宝跟小雪都是满眼的兴奋。哇，好多药材，可以吃得好饱好饱了。这么多药材，若是我都能够将它们给滋养了，那我的品阶岂不是会一飞冲天？想及此，小雪身上往外释放出了耀眼的红光，开始一颗颗的滋养起了生长在地上的药材。诸位，这山巅从前的风景并不是这般。3日之前，天灵泉突然出现之后，山巅上百草复苏，足可见天灵泉是有多奇妙。哎，实在神妙！我才刚到这里，便感觉到体内玄力都有些许波动。是啊，青鸾峰实在是人杰地灵。我们也是运气比较好，这天灵泉水的确是非同凡响。说来，昨日在碧月刚刚出关时，他就借助天灵泉将2株3等药材滋养到了5等。要知道，从前他也堪堪只能将药材提升1等啊！这天灵泉的确是厉害。莫非花姑娘是灵药师？放眼整个灵域，真正成为灵药师的一个手掌都数得过来。灵药师是比炼药师还要尊贵的存在，略懂皮毛而已。天哪，没想到花姑娘竟然是灵药师，实在是整个灵域内不可多得的天才啊！天才不敢当，我只是尽我自己所能，多学一点本事，以此来造福整个领域，造福天下苍生。如今太多人因为没有足够品阶的药材遭受苦难，我想以我一己之力，让大家少受这些苦难，救大家于危难之中。如此言论听得大伙儿纷纷点头叫好。花碧月没有说话，一道白色的光芒自掌心之中涌现出来，覆盖在了药材上。只是眨眼功夫，那药材竟从3匹长到了4匹。天灵泉溅起，后方出现了一条硕大的彩虹。还好没有错过时辰，今日乃是月中，月中的午时3刻，天地灵气最盛，所以我们特地邀请大伙在今日前来，一同观赏如此美景。这天灵泉水是上好的东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大汤匙，请大家前来泡汤匙。娘亲，我们也去泡汤池吧。你们这么喜欢天灵泉？当然啦，而且他们都说泡了天灵泉实力会提升，我们也想努力提升。也好，今日的确是1个月内天灵泉效果最好的一天，那娘亲带你们过去。龙思觉抬步准备跟上。这时，尊上，我们早已经安排妥当，男子们的汤
池在另外一边。你在安排本尊做事？花碧月心肝微颤，但是为了自己的计划，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尊上，这是我们喇叭花宫的规矩，还请尊上遵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人都不例外。爹爹，那你赶紧去吧，去吧。本尊就是规矩，由不得你们来安排。别闹，女子那边的汤池还有别的人。龙思觉这才眉心微沉，他还想跟着岳清晨一起泡汤池的，现在看来希望落空了。罢了，我听你的。龙思觉继续一只手一个，拎着岳小叶跟龙阡陌，大步的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一道光芒瞬间落在了最里头的隔间之上。岳清晨、方楚嫣，你们就死在汤池里吧。怎么样，还能走吗？方楚嫣的脚掌已经被刺穿了。薛姑娘，你别管我，我没事。又是一道道的箭矢砸来。你是方楚然的妹妹，我不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的。方楚然，那是小叶小莫的师姐，是我的大侄女。换言之，这方楚嫣也是我的大侄女了。小叶弟弟怎么样，舒服吗？当然舒服了。小莫哥哥，以后等娘亲将这青鸾峰拿回来，我要多来泡泡，说不定马上实力就超过你了。你只要不偷懒，马上就可以超过我了。不过你也不必这么有压力，有我跟爹爹在，会随时保护你跟娘亲的。才不要，我们要一起保护娘亲，永远跟娘亲在一起。小子们，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爹爹？等这次圣女选拔赛结束后，你们乖乖的回到学院，别打扰我跟你娘亲二人世界了。不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多好。那以后我跟你娘在一起的时候，请你们乖乖距离我们3尺远，不准靠近。凭什么？我们最喜欢香香软软的娘亲了。就凭我是你们老子。好了，时候差不多了，可以出来了。记好了我们的约定，若是你们敢违背，老子分分钟把你们丢回龙都，让你们去跟老龙主生活在一起。不行，我们要告诉娘亲，爹爹竟然在凶我们。你又想做什么？今儿个我心情不爽，会受到报应的。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先死。我被花碧月囚禁在此整整5年了。5年之前，我随手解开了天荒圣手的棋局，结果被花碧月给冒认了。那日之后，花碧月便使计将我骗了出来，给我下药囚禁于此。我乃是花碧月当初最好的朋友，却被花碧月折磨至这般。哦，对了，我倒是忘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以为你已经死了。说起来，5年之前，你可是3大学院之中最让人看好的女神呢。可是现在还有谁记得你呢？宫师文仁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教花碧月修邪，所以他在修炼之余吸收了这女子所有的力量，并且吸收了她能滋养灵药的那一点天分，这才有了今日的实力。不杀你，以后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现在要出去，让大家好好见识见识我的本事了。这天灵泉果然不同凡响，只是浸泡了这1刻钟的功夫，我竟然全身的经脉好像都通了。我也是，可惜啊，天灵泉没有在我们的宫内。哎，老许，你快看看，是不是我眼花了？方才进来这里的时候，哪里有这些药材？天哪，这些药材竟然品阶都提升了。想想大伙应该已经泡天灵泉完毕了，岳清晨跟方楚嫣应该也已经死在了隔间内，被我安排的手下将尸体拖到了山林之中了。花姑娘来了！怎么了，诸位？莫非是出了什么问题？花姑娘，这些药材突然变成了8、9品，是你滋养的吗？药材突然提高了品阶，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能滋养出这样药材的人，那定不是等闲之辈啊！绝对不可能是在场有人升级的。他若是将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也无人可知。是的，是我。之前看大家都进去泡天灵泉了，恰逢空气之中灵力充沛，我想着若是能够在今日借助天灵泉滋养药材，一定会有奇效，所以特地在这里尝试了一下，没想到果然效果惊人。回我宫内药材，看我不把你碎尸万段！我勒个去！2只小爪子很利索的往花碧月脸上抓去，花碧月的脸被毁了。畜生，你回我药材不说，还敢对我动手！一道白色的身影轰然一击，击得花碧月5脏6腑几乎都要碎裂。岳清晨，怎么是你？他不是应该死了吗？宫内的那些防御措施，甚至连我自己几乎都不能从里头顺利逃出，他怎么可能带着方楚嫣出来？竟敢陷害我们！本尊的女人今日在你宫内险些受伤，还请你给本尊一个交代。美人娘亲，帅爹爹，那个丑女人触碰了本宝宝，本宝宝脏了，再也不干净了，怎么办？他怎么你了？
本宝宝只是吃了一点药材，不小心支撑到睡着了。这个坏女人，她朝着我本宝宝的身体，她染指了本宝宝，她还说想将本宝宝碎尸万段。喇叭花公主，既如此，那咱们今日一笔账一笔账的，好好的算一算。这世间能够说话的兽类，唯独神兽。那条小蛇，莫非是？这条蛇是你的？不错。岳清晨，他将我辛苦滋养的药材糟蹋成这般，我对他施加一点惩罚，难道不该吗？哦，我就说小雪跟青龙宝宝怎么突然失踪了？原来是到了这里。这些药材一个个的价值连城，却被你的兽兽毁成这样，倒是你该给我们一个说法。身侧的龙思觉眉心微沉，已经忍不住想要动手。岳清晨这时一双柔软的手将龙思觉的火气按压下去，他的手中豁然闪烁出了一道光芒，朝着花碧月的腿部砸去。花碧月瞬间跪落在地。岳清晨，你竟敢对我动手？对，我就是要对你动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当着13宫众人面前对我下此狠手！岳清晨，休得胡来！花碧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如你自己说说，到底做了什么肮脏事？我什么都没有做，倒是你纵容自己的那只畜生在这里践踏我的药材。美人娘亲，她是在骂本宝宝畜生吧？那么玷污本宝宝的身体，她敢这么骂我？又是一道力量重重的砸在花碧月的另外一只腿的小腿骨上。我让你起来了吗？你就敢起来？你诸位叔伯，救我呀！神谕尊上，你们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如此不公之事发生吗？难道就这样袖手旁观吗？本尊从来都自诩公正，所以怎么着都要先让清晨调查好事情的真相。诸位，想来你们应该不会在事情真相被调查清楚之前随便出手。龙思觉这话分明带足了警告，警告大伙儿不要轻举妄动。一时之间无人敢反驳他的话。花碧月，你要公正是吗？那好，这会儿咱们就一笔账一笔账的清，给你个公正。你说这些药材都是你滋养的？当然，方才所有的人都在里头泡天灵泉，无人亲眼看到。即便现在岳清晨想让花碧月重新滋养，他也以能错过了天灵泉最佳的时间为由拒绝滋养，却没想到我倒是听说灵药师能将药材滋养到什么样的地步，便能随手再将药材恢复到之前的品阶。不如你试试。我是借助于天灵泉滋养的，现在天灵泉效果不如之前，我当然没有办法恢复。是吗？你不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以。什么？你个丑八怪！这些药材都是宝宝的小血给宝宝滋养了当零食的，你竟然敢邀功！花碧月，你贸然居功，妄图对我的兽兽出手，我如此待你，你服不服？从岳清晨的身上凛冽的杀气释放而出。我服！你到底还想怎么样？你在宫内布下机关，妄图将我与方楚嫣困在机关之中，你说我该怎么做？什么？花姑娘竟然如此歹毒！难怪我见方姑娘脚掌受伤，原来是因为这般。今日你们定要给我们个说法。你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这么傻，在自己的地盘这么对你？莫非是你自导自演了一出戏，想挑起我13宫内乱？不承认吗？你想干嘛？你这是想要屈打成招？不错，为民除恶，屈打成招又算什么？眼睁睁地看着那冰冷的剑锋靠得自己愈发近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说，是我的婢女翠娥，她之前说你让我在众人跟前丢尽了脸，翠娥说要给我报仇，可是我明明已经阻止过了她了。这个不懂事的婢女翠娥还敢这么做？月姑娘，方姑娘，你们要什么赔偿，我们喇叭花宫全都给你，只要你能放了碧月。好，你说的，我要你们自今日起搬出青鸾峰。什么？这不可能！青鸾峰那是我们好不容易得到的宝地啊！要么搬出青鸾峰，要么我要花碧月的命，2选1，你们自己选。喇叭花宫岂是你说搬就能搬的？你们要搬或不搬，的确由不得我。不过你女儿的生或死，倒是由我说了算。如何？考虑好了？我们搬。好，打今儿起，青鸾峰是我的了，给你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收拾妥当，滚出去。若不然，我就得亲自动手了。姑娘，是你救了佳妹，多谢。佳妹的伤没有大碍。一阵阵的金色光芒覆盖在方楚嫣的脚上，只一会儿功夫，伤口竟然慢慢的开始长肉愈合。哇，月姑娘，我的伤不痛了。记住，脚一日不得沾地，1日之后，你的伤
方便没事了。多谢月姑娘，今日你救下了我妹妹，自今日起，只要是姑娘你用得上的，我玄冰宫定会鼎力相助。记住你说的，知错了吗？美人娘亲，婆婆错了，婆婆不该贪吃的，我们错了。你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存在吗？当然知道，我们是美人娘亲，你的宝贝。你们是跟别的东西不一样的存在，以后不可以随便出来招惹是非。这世间有多少人想要得到你们？美人娘亲，对不起，婆婆给你惹麻烦了。主人，对不起，小血给你惹麻烦了。我不怕麻烦，我只是担心会有更强大的人来夺你们。九龙宝宝，小血，若是你们日后再敢这么恣意妄为，我便将你们封存于空间，不再让你们随时出来。你个绿茶龙，你有今天，果然风水轮流转呢。今天的天气可真是太好了。月姑娘，尊上，我已经找到了罪魁祸首了，绝对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叶晨瑜脸上的容貌被毁，等摔倒在地，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是舌头被割，根本说不出一句话。这就是我的侍女，她实在是大逆不道，竟然想伤害了月姑娘，我特地将她严刑拷打了一番。这时，她的手腕上的金凤图腾突然释放出了微弱的光芒。这个姑娘跟灵玉的还魂碎片有关。花碧月释放出去的那道攻击亦是倏然消散。为什么？月清晨，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在替你净除真凶啊！你还这么待我？你在羞辱我的智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花碧月，你这条命不准备留了。月清晨，你说过，只要我们将青鸾峰让给你，你便会放了我们的。你怎么可以不讲信用？不，你错了。这青鸾峰本就是我。至于信用，对你这等宵小之辈，不需要谈信用。一道紫色的藤蔓影子若隐若现。紫金谷，月清晨，你是紫金谷的人，你自始至终就想将青鸾峰夺走，却一直在杀我们。你说的对。月清晨，我跟你拼了！这是本尊媳妇儿的地盘。那硕大的金龙张开大口，朝着花公主吞去，竟已是一口将那花公主自脖颈之间咬断。我知道不是你，你是从前几大学院之首的女神，天才少女叶晨瑜。金凤图腾占卜的力量早已告知了她叶晨瑜与花碧月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活下去，活着才有希望。去吧，自己报仇。你在问我为何要帮你？叶晨瑜点头。从前的我也曾经有过与你相似的遭遇，我知道你现在的绝望。彼时我与贵人相救，如今我也不会见死不救。相信我，活下去，走出来，你会有不一样的人生。龙思觉顿在原地，看着岳清晨的瞳眸之中全是心疼。原来这世间最惨的并非我自己。花碧月，她的玄力被一道很恐怖的力量镇压着，完全无法施展。叶晨瑜，他这是要杀了我！叶晨瑜终于再度举起手中长剑，他使出了全身所有的力气，毫不留情地将长剑没入花碧月的心脏，整个身子踉跄地往后退去，浑身瘫软无力地倒在地上。这么多年的恩怨总算是解决了。娘亲，他好可怜，我们帮帮他吧。好。叶晨瑜从来没有想过他还有能够亲自手刃花碧月的那一天。他突然扑通跪倒在地，一道道的红光从他周身闪烁出来，将岳清晨同样的包裹进去。乖乖，灵谱啊，他竟然懂得灵神契约术。灵神契约一旦落下，将伴随他永生永世。叶晨瑜的唇畔淡勾，笑了起来。月姑娘，你给了我新生，所以往后这条命便是你的。你这又是何必？这灵神契约会伴随你永生永世，若我遭遇不测，你也会跟着灰飞烟灭。你的命是你自己的，不该由任何人主宰。我不怕，可有法子解了它。我救你不是为了契约。叶晨瑜继续以神识交流着。灵神契约，姑娘你已经是我的主人，若你想解开契约，我便会灰飞烟灭。姑娘，我尊重你的选择。手起就准备解开契约。不必了，叶晨瑜，我不会让你后悔今日的选择的。手腕之上，金凤图腾不住地闪烁着光亮。叶晨瑜垂下眼睑，娘亲这是在给这个可怜的姐姐治病呢。不知过了多久，叶晨瑜才感觉到周身的剧痛散去，睁开眼来。不错，果然有非同常人的心性，无怪乎花碧月能将你嫉恨成这般待你。我原本断裂的骨头竟然被修复了，多谢主人。不必谢我，你与我之间有主仆契约，我们便算是一家人。你的身上断裂的骨头没这么快能修复好，静养2日，2日之后你的身体会恢复如常。至于你的玄力，只能重新好好修炼了。叶晨瑜激动得无以复加，还要说话，跟前的岳清晨却已经是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小野小莫，先带鱼鱼去好好休息吧，咱们从此往后就住在这青鸾峰了。
等事情安排妥当，便将紫金谷的人全数接回。鬼影宫被改名为喇叭花宫一事，不过是短短2日之间，已经彻底的沦为其余11宫众人的笑柄。随后又有消息传来，喇叭花宫被灭，消散无踪。众人心下唏嘘之际，却又不敢妄言，一切都是喇叭花宫咎由自取。